小女孩就漂亮的像仙女似的，和家里人长得不太像，全家一致认为是祖坟冒青烟，对她千宠万分。直到富商父亲从乡下出差，带回了真千金，女孩却一点不慌，只因她5岁就知晓自己假千金的身份，这些年步步为营，就是为了让女儿奴老爸和一众妹控哥哥们比上辈子更爱她。上一世谢琴归来，谢然满心愧疚，对她百般忍让，她却得寸进尺，屡次设计陷害，让谢冉众叛亲离，最终谢冉横死街头，重活一世。谢冉收起所有锋芒，伪装成一朵柔弱无害的小白花，如今无论同辈还是长辈，都对她疼爱有加，就连高中同学都替她操心，怕她被刚回家的真千金谢琴欺负。今天正是谢琴回家的日子，谢冉悠闲地坐在甜品店里挖着冰沙，盘算着如何让上辈子害死她的女人付出代价。此刻的谢家，谢琴身穿白裙，梳着麻花辫，局促地坐在沙发上，一边打量豪宅，一边偷瞄玩手机的谢凌渊。他清了清嗓子试探道：“你是我哥哥吗？”他自以为声音甜美，谢凌渊却头都没抬，满心只想着宝贝妹妹怎么还不回微信。谢琴只好拔高音量再次开口：“你就是谢凌渊吧？我哥哥对吗？爸爸说我有个哥哥。”谢凌渊还没来得及回应，手机就响了，来电显示是宝贝妹妹，他立马接通，神情瞬间温柔。这一幕让谢琴的手指狠狠攥紧，谢凌渊的语气满是宠溺：“小冉，怎么才理我呀？爸妈已经去学校接你了，放学可不许乱跑，要跟他们一起回来哦。”谢冉刚吃完最后一口冰沙，慢条斯理的擦着手，对着电话瞬间切换成哭腔：“哥哥，爸爸妈妈还会要我吗？我是不是没有家了？我真的舍不得爸爸妈妈，也舍不得哥哥。哥哥小冉好想你啊！”谢凌渊听得心都快碎了，赶紧安慰：“胡说什么呢？小冉你永远是谢家的小公主。等等，怎么有车声？你不在学校吗？你在哪儿？哥哥马上去接你。”谢冉带着哭腔重复了一遍：“哥哥，小冉真的还有家可以回吗？我该去哪里呢？”说完利落挂断电话。另一头，谢凌渊听着忙音，抓起车钥匙就往外冲，压根没注意沙发上谢琴那双几乎要喷出火的怨毒眼睛。你这个鸠占鹊巢的野鸡，我发誓一定让你滚出谢家！谢琴暗自发誓。谢冉清楚记得今天谢琴回家，从重生那一刻起，他就在等这天。11年的精心布局，他相信家人的心会比上辈子更偏向他，他这完美的形象会让复仇之路畅通无阻。今天这场戏只是送给谢琴的开胃小菜，希望他能喜欢。谢凌渊飙车出门，立刻给父亲打电话：“爸，你和妈接到小冉了吗？他刚给我打电话，哭得好伤心。”听背景音像是在路边，他什么时候跑出学校的？谢父也慌了神，让他先去谢冉常去的那几个地方找，自己则和妻子赶去学校查监控。老公怎么了？小冉出事了吗？谢冉的母亲是大学教授，气质温婉，一看便知书香门第。她拍了拍丈夫的手背，安抚道：“别担心，小冉一向乖巧，也许是跟同学逃课去玩了。”逃课？小冉从来不逃课。谢父更加焦躁，一把摘下眼镜，捏着鼻梁：“你开快点！”司机在谢家做了10几年，也真心疼谢冉。闻言立刻猛踩油门，40分钟的路程硬是缩短了一半。他们赶到锦城一中时，还没到放学铃响。谢父谢母下车后兵分两路，母亲去谢冉班主任办公室，父亲则直奔学校监控室。谢家给一中捐过楼，从保安到校长都认识他们，两人一路畅通无阻。谢母找到班主任，推门而入时，老师正在备课，一脸不解。他不等老师发问就抢先开口：“张老师，你知道谢冉什么时候走的吗？他离开前和您打招呼了吗？”张老师满脸错愕：“什么？小冉不是被你们接走了吗？他来请假说家里有急事，因为谢冉成绩优异，向来是老师眼里的乖乖女，从不仗着家世恃宠而骄，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她，所以她请假的时候，张老师想都没想就批了出门条。”他又补充道：“他走的时候情绪很差，眼睛红红的，像是刚哭过，我就相信了他的话。家里出事了，是找不到小冉吗？咱们一起去找找。”谢母拉住正要出门的张老师：“先别急，他爸爸去监控室了，咱们先去那边看看。”两人刚要动身，顾泽野和肖兰东就冲了进来：“谢阿姨，您怎么来了？是不是小冉出事了？”顾泽野和肖兰东跟谢家关系匪浅，顾泽野大谢冉1岁，肖兰东与谢冉同龄，他们从小一起长大。谢母鼻子一酸：“小冉不见了，你们快跟我去监控室看看。”4人赶到监控室，谢府和保安队长正好调出谢冉离开学校的画面。监控里，谢冉穿着校服，低着头，肩膀微微耸动，像在哭泣。校门口的镜头更清晰地拍到她满脸泪痕，背着书包，揉着眼睛，孤零零地向左边走去。看到这一幕，焦急的谢父谢母心里稍定，女儿是自己走开的，说明应该没走远。顾泽野和肖兰东见谢冉哭得那么伤心，心都揪紧了。谢父开口提议：“看小冉走的方向，应该是去了紫金商场或者兰亭公园，我们分头找。”顾泽野立刻接话：“谢叔叔，紫金商场是我家的，我和兰东过去，有消息马上联系你。”于是4人兵分两路赶往商场和公园。车上，谢父谢母聊了起来：“小冉8成是知道谢琴的事了，都怪我们没提前跟他说。”谢父揽过妻子安慰道：“这是迟早要面对，结果都一样，养恩大过天，就算他亲生父母还在，我也不会让任何人抢走我的宝贝。”小冉一时想不通很正常，得给他时间接受谢琴，也得让他明白她永远是咱们家的小公主，这和血缘没关系。谢母无奈点头，虽然也期盼着10月怀胎的亲生女儿，但更舍不得这个贴心小棉袄。大学同事和豪门太太们谁不羡慕她有个完美女儿？她家谢冉不仅成绩拔尖，性格还好又懂事，关键是长得倾国倾城。小时候像洋娃娃，长大了更是美得不食人间烟火。她就怕女儿性子软被人欺负，等找到了可得好好安慰。公园和商场离学校很近，车程不到10分钟。顾泽野和肖兰东先到了紫金商场，立刻让保安队长全场找人。可惜他们要是早来20分钟，就能在甜品店撞见谢冉吃冰沙了。而谢冉挂了谢凌渊的电话后，就从甜品店溜达到了兰亭公园，正坐在湖边吹风看景。公园中央有个月亮湖，谢冉坐在湖边长椅上翻着课本，心想爸妈要是去了学校，大概能猜到他会来这儿。明年就高考了，
复仇固然重要，但眼下没什么比高考更重要，绝不能影响他考上好大学。焦急的谢父谢母总算赶到湖边，一眼就看见夕阳下安静读书的谢然，阳光洒在他身上，美得像个天使。他们顿时松了口气，悄悄拍了张照片，才跟着谢父走到谢然身后，哽咽着喊了一声小冉。听到这声音，一直强撑着演戏的谢然眼泪瞬间决堤，丢下课本扑进妈妈怀里。妈妈，爸爸，你们真的来找我了？我还以为你们不要我了，以为我再也没有家了呢。谢母紧紧抱着他，轻拍他的后背，傻孩子，你永远是爸妈的乖女儿。谢父也连忙附和，你永远都是我们谢家的小公主，是不是谁跟你乱说了什么？怎么一个人跑到公园里来？谢然把头埋在妈妈的颈窝里，那熟悉的味道让他温暖又安心。就算谢家不是顶级豪门，他也只想在他们的羽翼下做个无忧无虑的小公主。这一世他绝不会再重蹈覆辙，被谢晴欺负甚至害死。爸，有个人给我发了条短信，你们看。谢冉拿出准备好的手机，短信内容不堪入目，滚吧假千金，占了别人10几年的人生还不够吗？现在真正的小姐回来了，你还有脸赖在谢家？还不快收拾东西滚蛋等什么呢？贱人！谢冉父母脸色瞬间铁青，谢父拿过手机回拨过去，果不其然，对方已关机。谢冉心中冷笑，这条短信本就是他自导自演，那张手机卡早被他扔进了月亮湖，就为了一条短信，你就要离家出走？你就这么不信爸爸妈妈吗？谢母又气又心疼，对发短信的人更是恨得咬牙切齿。谢父拍着谢冉的头，傻闺女，你还不了解爸妈吗？你是我们的心头肉，怎么可能不要你？谢冉故作不解，结结巴巴的开口，可是爸爸妈妈，我毕竟不是你们亲生的啊，现在你们的亲生女儿回来了，我是不是？他话还没说完，顾泽野、萧兰东和谢凌渊就快步赶来。萧兰东火急火燎的嚷嚷，小哭包，谁敢欺负你？告诉哥，哥这就去帮你揍他。谢凌渊一巴掌拍在萧兰东头上，那是我妹，不是你妹。顾泽野则专注地凝视着谢冉，夕阳下的谢冉仿佛驱散了他一路的阴霾。谢父和谢母对视一眼，犹豫着要不要把实情告诉这两个男孩，这毕竟是家事。谢冉拉了拉谢父的衣角，爸妈，我想回家了，可以吗？谢冉父母用力点头，当然可以，咱们这就回家。谢冉转头向顾泽野和萧兰东道谢，泽野哥哥，兰东哥哥，谢谢你们特地来找我，这个点还没放学吧？你们快回学校吧，我跟爸妈回家了。说完，他还俏皮地吐了吐舌头，红红的眼睛让人又气又笑。众人离开兰亭公园后就此分开，谢父先送顾泽野和萧兰东回学校，再开车回家。路上，谢母轻声细语地安慰谢冉，乖女儿你别多想，妈妈养了你16年，就算她是我亲生的，但和你的感情是没法比的。当年我去孟山县支教，你爸在你爷爷手下学做生意，有次他抽空来看我，谁知他走后2、3个月，我就发现自己怀孕了，因为工作原因，我就在孟山医院生下了孩子。生完2天后，你爸才接到消息赶来接我。谢母叹了口气，接着说，是我把孩子抱错了。前段时间，你爸说王蜜在公司楼下看到个女孩，跟我年轻时长得特别像，还拍了照片。王叔叔跟你爸一起打拼20年，最清楚我年轻时的样子。你爸一看照片，那女孩确实跟我年轻时一模一样。后来做了亲子鉴定，才发现她就是我们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。那女孩的养父母双出车祸去世了，是她养母临终前才告诉她亲生父母是谁。谢冉父母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，既担心谢冉对她亲生父母有感情，又怕她无动于衷。谢冉听完泪水夺眶而出，她的养父母就是我的亲生父母吗？他们都不在了吗？谢冉父母沉重地点了点头。谢冉又追问，那妈妈，我是不是在这个世上什么亲人都没有了？谢母连忙打断，傻女儿，就算他们还在，妈妈也绝不会把你送回去，你别胡思乱想。谢父也在旁边附和，有爸爸在，永远保护你和你妈。谢母拉着谢冉的手说，等回家你就能见到那个女孩了，她叫谢晴，这些年她过得挺苦的，妈妈不求你对她多好，只希望你一直快快乐乐的，要是你们能好好相处，妈妈就谢天谢地了。谢冉低着头绞着书包带，妈妈，我看过一本小说，里面也是抱错的女孩刚认回来，亲生父母也这么说，可几年后那个女孩就被赶出家门，还被骂是野种。其实谢冉根本没看过什么小说，但提前打个预防针很有必要。谢母听完捂着嘴就哭了，小冉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妈妈好伤心，爸妈有多爱你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怎么能说出这么伤人的话？谢冉立刻扑过去抱住妈妈，母女俩抱头痛哭。坐在副驾的谢父眉头紧锁，世界上最重要的2个女人抱在一起哭，这画面让他焦虑不已。谢父只希望这个认回来的女儿能安分点，别惹老婆生气，也别欺负他的宝贝女儿，这样他会给她优渥的物质生活，以后再分些财产作为补偿。但要是他敢做什么出格的事，就别怪他心狠手辣，有血缘关系又怎样？现在正常家庭里父子反目的还少吗？和他有血缘的亲戚多了去了，这女孩对他来说跟陌生人没两样。谢冉窝在妈妈怀里，思绪却飘到了谢晴身上。这一世，在他回来之前，谢冉做足了准备，让谢家所有人都离不开他，成功塑造了完美人设。在他回来的第1天，谢冉就搅乱了谢家3口的心绪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谢冉送的这份大礼。车子稳稳停在谢家别墅门口，管家听到声音立刻开门迎接，先生、夫人、小姐，你们回来了。管家看着谢冉，眼神里满是心疼。谢冉怯生生地咬着嘴唇，可怜兮兮地望向谢母，妈妈，我有点害怕，不知道进去该说什么，怎么跟她相处，是该叫她姐姐还是妹妹呢？谢母的母爱瞬间泛滥，拉着谢冉的手说，你平时怎么回家的，现在就怎么回，这是你自己的家，哪有不知道怎么回家的道理。说着，管家就把他们迎了进去。听到车声的谢晴从客厅里走出来，先是看到了威严的谢父，接着是和自己容貌相似气质出众的谢母，最后目光落在了被谢母拉着的谢冉身上。谢冉比他稍矮一些，皮肤白得发光，一双大眼睛像是刚哭过，楚楚可怜。虽然谢冉只穿着简单的校服，却难掩窈窕身姿，而她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，在谢冉面前却像只丑小鸭。他暗自想着，这就是霸占了他16年人生的女孩，本该过着糟糕的生活，却在这里享受着一切，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应该是他的。他看着谢冉父母紧握着谢冉的手，眼神不自觉地流
露出一丝阴狠。谢冉环顾打量着谢琴，还记得他第一次来找他时，浑身就散发着一股他不喜欢的味道。谢府觉得自己的女儿应该像谢冉一样阳光可爱又善良，可谢琴却是个精于伪装的人。她在商场摸爬滚打多年，怎么可能看不穿一个10几岁小女孩的心思？谢父轻轻咳了一声，正沉浸在自己情绪里的谢琴猛然回神，突然哇的一声朝谢冉父母扑去，边跑边喊：“妈妈，你是我妈妈吗？我是你的女儿啊！妈妈，女儿好想你啊！”谢冉父母猝不及防，被谢琴撞得后退了好几步。谢冉顺势松开他们的手，悄悄躲到谢父身后看戏。谢冉父母好不容易才站稳，谢琴却紧紧抱着他们不放，勒得他们都快喘不过气了。谢冉父母挣扎了一下，谢琴反而抱得更紧，她比谢母还高一些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鼻涕眼泪全蹭在了谢母的肩膀上。就在谢冉父母不知所措时，谢凌渊匆匆赶回了家。他看到客厅里抱作一团的3人，立刻上前将他们拉开。谢凌渊淡淡的扫了谢琴一眼，又瞥见谢母肩膀上亮晶晶的不明液体，顿时一阵恶心。妈，你快回去换身衣服，看看你肩膀上的鼻涕。谢母这才发现肩膀上沾了谢琴的鼻涕，有洁癖的她本想发作，但捏了捏拳头还是忍住了。她转身上楼洗漱换衣服。客厅里只剩下谢府、谢凌渊、谢冉和谢琴。谢凌渊拉着谢冉在沙发上坐下，谢府觉得再任由事态发展下去，这个家就别想和谐了，便主动向一儿一女介绍：“这是谢琴，是你们的妹妹，以后要好好相处。”谢凌渊不屑地切了一声，瞟了眼站在谢府身后的谢琴：“妹妹，爸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妹妹不就坐我旁边吗？”说着，他抬手揉了揉谢冉的头。谢冉故作娇弱地瞪了他一眼：“哥哥，你别这么说，你这样爸爸会伤心的。”谢凌渊见谢冉这副软萌可爱的模样，对谢琴更加不满了，拉起谢冉的手就往楼上走。客厅里只剩下谢府和谢琴，谢府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这母子3人怎么把我一个人留下了。他舍不得怪老婆和女儿，只能把气撒在不听话的儿子身上，心想必须扣他零花钱才能解心头之恨。谢琴看着面前温文尔雅的谢府，对谢冉的恨意更深了。他心想，这样的男人才配做他的父亲，那个只知道打牌还打骂妻女的男人根本不配。他走上前，哽咽着说：“爸爸，女儿等了你们16年，终于回家了。”谢府回头看着这个刚认回来的女儿，叹了口气，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：“好孩子，这些年你受苦了，回家就好，以后咱们一家人和和睦睦的，家和才能万事兴。”谢府的话里似乎另有深意，谢琴却没听出来，只是眨巴着不大的眼睛看着他爸：“我住哪间房啊？我先把行李箱拿上去收拾一下。”“你还不知道住哪？你就住小冉隔壁。我明明让你哥哥安顿好你，这孩子怎么回事？”谢父说着就提起谢琴的行李箱往楼上走，谢琴跟在后面，不经意的捏了捏手指：“不怪哥哥，他接了个电话就出去了，可能是有急事吧。”“爸爸，小冉。”谢父似乎知道他想问什么，笑着打断：“对，小冉比你大10几分钟，你得叫她姐姐，你也别多想，下周就跟小冉一起去上学，学习还是很重要的。”到了房间门口，谢父说：“这就是你的房间了，有什么需要的随时跟爸爸说。”交代完，他准备回房去看老婆，谢琴却拉住他的衣角：“爸爸，上学我要改名字吗？”谢父这才反应过来，入学登记前改名字确实合适，便点点头：“当然要改，谢家的女儿哪能姓别的？放心，这几天爸爸就把这事办好。”得到满意的答复后，谢琴送走了谢父，转身进了房间。房间极大，光是卧室就比他以前全家住的房子还大，更别提还有衣帽间和独立卫浴了。他放下行李箱，走进衣帽间，几平米的空间里，2个大衣柜装满了衣服和裙子。他还嫌弃衣帽间为什么没塞满，殊不知这2个衣柜的衣服已经是他这辈子见过最多最漂亮的了。谢家条件差，养父母又好赌，家里穷得叮当响。他小时候经常穿着带补丁的衣服，后来流行起网购，他才穿上些便宜货。此刻他拿起一条香槟色裙子换上，黝黑的皮肤虽然不配，但也比之前好看太多。他走到镜子前，看着镜中的自己，突然就瘫坐在地嚎啕大哭。他越哭心里越恨，这么好的家，这么好的衣服，本该早就属于他，他才应该是那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小公主。可自己都回来了，谢冉这个小贱人竟然还霸占着他家。他发誓一定要让谢冉滚出去，把一切都连本带利的夺回来。而此时，谢冉和谢凌渊正在他房间里打着 Switch， 他怕谢冉伤心，玩得心不在焉，总偷偷瞄他：“哥，你老看我干嘛？都输了好几局了。”谢冉笑着抓包他，谢凌渊尴尬的摸摸鼻子：“妹，你没事吧？别胡思乱想，你永远是我妹妹，你在哪我就在哪。”谢凌渊的话让谢冉鼻子一酸：“哥哥，我没事，谢谢你。”他看着谢冉故作坚强的模样，满眼心疼。哎，这事哥也不知道怎么说，毕竟是爸妈的骨肉，总不能把他丢出去。只要他不作妖，咱就当他不存在，慢慢来行不行？爸已经答应我了，你永远是咱们家的小公主。妹妹，你能答应哥哥一件事吗？谢冉侧头看着哥哥，不知道他想说什么，但他清楚，这辈子的哥哥绝不会害他。他轻声应允：“哥，你说这些年伪装小白花，他都快忘了自己曾是何等娇蛮任性。”谁知下一秒，谢凌渊竟无比郑重的开口：“冉冉，不管我们有没有血缘关系，你能不能永远把爸妈当爸妈，把我当哥哥，把谢家永远当成你的家？”一瞬间，谢冉彻底愣住，他知道这家人有多在乎他，可这样的话真的让他绷不住了。紧接着，他猛地扑进哥哥怀里，第一次在重生后放肆大哭，哭得天崩地裂，哭得哥哥手足无措，哭声甚至惊动了爸妈。谢母急忙冲进来，一把推开谢琴，紧紧抱住他：“你这小子是不是欺负妹妹了？”谢冉立刻啜泣着辩解：“妈妈，哥哥没有欺负我。”可谢府依旧愤愤地瞪着儿子，觉得他又在调皮捣蛋。于是谢冉窝在母亲怀里，重复了哥哥刚才的话。话音刚落，谢母竟也忍不住坐在地上抹起眼泪。谢府长叹一口气：“你哥说的对，你永远是谢家的小公主。”他总算是做了件好事。然而这话正好被赶来的谢琴听得一清二楚。谢冉看到
谢晴的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，随后一言不发地回了房间。晚饭时，谢冉正和爸妈哥哥坐在餐厅，等着那个鸠占鹊巢的假千金。满桌都是他爱吃的菜，他眯着眼笑得香甜。妈妈做的菜最好吃了。谢母看着他可爱的脸，满眼宠溺。当然，我的宝贝今天要多吃点。就在这时，谢冉余光瞥见谢晴正从楼上走下，他立刻笑着招手：“妹妹，快来姐姐这里坐，不要客气哦。”这话一出，爸妈果然露出了满意的神色。没想到谢晴看都没看他，径直走向哥哥身边的空位坐下，他只对着长辈问好，完全无视了谢冉。谢冉心里乐开了花，这蠢货难道不知道这样只会让爸妈更反感他吗？他强忍笑意，娇声对哥哥说：“哥哥，我要吃油焖大虾。”说着，脚下还轻轻踢了踢哥哥。只见哥哥熟练地夹起几只虾，飞速包好丢进他碗里，嘴上还不屑地念叨：“你这丫头，虾壳过敏还总要吃，每次都得我给你包。”谢冉吃得眯起眼，哥哥包的虾最好吃了，小冉最喜欢哥哥，一家四人其乐融融。对面的谢晴显得格格不入。突然，谢晴开口了：“爸爸，我的新身份证什么时候能办好？我想去图书馆办借阅卡。”谢冉心中冷笑，一句话既点出要改名，又标榜自己爱学习，真是好手段。岂料哥哥谢晴擦了擦手，看都没看他一眼：“是图书馆的书，未必有我们家藏书阁多。”他转头问谢府：“爸，什么新身份证？他身份证丢了？”谢府摇摇头，理所当然的解释：“你妹妹是谢家人，迟早要改姓谢，我寻思趁她上学前办好，方便一些。”谢母也跟着附和，又担忧起谢晴的成绩。小晴之前在3中，教学水平可比1中差远了，跟不上要请家教。谢晴立刻坚定地摇头：“爸妈放心，我之前在3中是年级前3。”话音未落，哥哥就仿佛专门跟他作对一样：“前3？我和小冉从来都是全校第一，你别给谢家丢脸。”谢母立刻放下筷子，瞪了儿子一眼。谢冉则趁机在桌下轻踹哥哥一脚，嘴上却假惺惺地开口：“哥哥，小晴之前的教育环境不好，一时跟不上也正常嘛。妹，你就是太善良。”哥哥打断他，转而提议：“明天周6，哥带你出去玩散散心。”谢冉想到刚收到的微信，立刻婉拒：“明天要和泽野哥哥还有凛东哥哥出去，不能陪哥哥了。”谁知哥哥一听，眼睛瞬间瞪大：“顾泽野、萧兰东，你才16，不许早恋！”谢冉小脸一红，装作害羞的样子跑上楼：“哥，你说什么呀？我吃好了。”关上房门，他才松了口气。整顿饭，他都在观察那个上辈子要了他命的谢晴，恶毒、自私，但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狠辣。他不禁暗骂：上辈子的自己到底有多蠢，才会被这种人玩弄于股掌，甚至死在他手上。不过他绝不能掉以轻心，一个小年纪就能买凶杀人的人，怎么能小瞧？他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那个杀手到底在哪。谢冉打开笔记本电脑，开始码字更新，这是他重生后才有的爱好，写小说。他甚至偷偷拿了哥哥的身份证认证作者，在一个网文网站写作。谁知之前无人问津的小说，突然被一笔巨额打赏送上新人榜第一。虽然不知道那个神秘大佬是谁，但他真的很感谢他。他想退钱，大佬却始终不同意。更新完今天的章节，他揉了揉眼睛，倒在床上，床头的手机已经闪了许久。谢冉拿起来一看，微信竟有数十条未读消息，果然是顾泽野和萧兰东，那2个和他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，所以顾泽野一直比他和萧兰东高1年级。谢冉点开顾泽野的语音，少年低沉的嗓音如红酒般传来，让他这个声控瞬间心动：“小冉，你怎么样了？别怕，我永远站在你身边。”上辈子因为他的娇蛮，他和顾泽野只能算泛泛之交，可现在他想了想，直接拨通了语音，电话秒接，仿佛他一直在等。“泽野哥哥，你是不是知道了？”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低迷。“别在意，我怎么能不在意？”他终于忍不住倾诉：“我从来没想过我不是爸妈的亲女儿，现在总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。”顾泽也听着电话那头柔弱的声音，暗涌的情绪几乎要溢出眼眶。他沉声说：“小冉，别想太多，属于你的，谁也抢不走。”谢冉却突然被他一本正经的样子逗笑，仰倒在床上：“泽野哥哥，是我抢了别人的东西哎。”手机那头的顾泽也愣了愣，冷清的声音瞬间温柔下来：“无论何时，你永远是谢冉。”说完，他就挂了电话。谢冉有些莫名其妙，我不是谢冉还能是谁？他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到底有多重。第二天一早，谢冉还在睡梦中，就被母亲叫醒：“小冉，泽野和兰东已经在楼下等你了。”才8点，他抱怨着起床，挑了深嫩粉色连衣裙下楼。结果一到客厅，他就看到顾泽野和萧兰东正坐在沙发上，而他们旁边穿着一身一模一样粉裙的谢晴正试图搭话，可惜那2人根本不理，只顾低头玩手机。谢冉轻咳一声，3人齐齐抬头。谢晴看着和自己撞衫的谢冉，皮肤白皙娇俏可爱，再看看自己，脸色瞬间难看起来。谢冉直接无视他，拉着2个男生就往餐厅走。“泽野哥哥，凛东哥哥，我们吃了早饭再出门吧。”谢晴咬着唇，不甘心地跑上楼换衣服，等他再下楼。谢冉3人正要出门，他眼珠一转，立刻捏着嗓子楚楚可怜地开口：“姐姐，你们要去哪？可以带我一起吗？我在这里没有朋友。”萧兰东浑身一抖，直接拒绝：“小妹妹，我们不喜欢和不熟的人玩。”谢晴不死心，还想再说，顾泽也却冷冷打断：“走了，要迟到了。”3人走出别墅，萧兰东立刻搂住谢冉的肩膀：“小冉，你昨天是不是哭了？快说，那丫头有没有欺负你？哥哥替你报仇，昨天可把我和你泽野哥哥急坏了。”谢冉嘟着嘴：“这事没那么简单，你不会懂的。”萧兰东却不屑反驳：“我怎么不懂？你家那溺爱你的程度，能不要你？就算他们不要你，我爸巴不得把你带回家。顾泽野家更缺女孩，他们能把你宠上天。”萧兰东的话逗笑了谢冉，但他还是叹了口气：“我只是没办法接受，看到谢晴就觉得低他一等。”话音未落，一只修长的大手附上他的头顶，轻轻揉了揉：“是顾泽。小冉，要不来我家住一段时间？”萧兰东也附和：“来我家也行。”谢冉却摇了摇头：“不用了，总要我自己面对，逃避不是办法。”
何况什么？萧兰东追问。谢然眼珠一转，何况我还是个高中生，学习才是第一要义。谈笑间，三人来到他们的秘密基地，一栋属于顾泽野的小别墅。萧兰东从冰箱拿出3瓶可乐，顾泽野轻轻打开1瓶，放在谢冉面前。泽野哥哥，下个月就高考了，准备好了吗？谢冉问道。萧兰东立刻气不打一处来，你说说你，明明能保送，非要自己考。顾泽野勾了勾嘴角，人活着不就是为了体验吗？你问问小冉，他怎么选？谢冉立刻认真点头，我也想参加高考，我成绩这么好，不考一场多对不起自己，过分，不想和你们2个学神说话。看着萧兰东气呼呼的样子，谢冉和顾泽野相视一笑。泽野哥哥，你会离开锦城吗？顾泽野摇头，不会，就在锦城大学商学院。锦大商学院，那岂不是要变成我哥的学弟了？谢冉突然开心起来，谁知一旁的萧兰东猛然抬头，商学院，你不是想学医吗？怎么还是要去商学院？一瞬间，顾泽野周身的气压骤然降低，他手中的易拉罐甚至被捏得咔咔作响。谢冉立刻凑过去，拿走他手里的罐子。泽野哥哥，怎么了？他这才回神，勉强一笑，没什么，突然不想学医了。萧兰东看他样子，心下了然，凑过去搂住他的肩膀，别不开心了，你不学医，我去，明年我就报考锦大医学院，你看兄弟我对你好吧？谢冉听到这话，瞬间笑喷，哈哈哈！凛东哥哥，你能拿稳手术刀吗？那可比画笔难拿。谢冉的调侃让紧张的气氛瞬间缓和，顾泽也拍了拍好兄弟的肩膀，随即看向他和萧兰东，你们也高2了，该想想梦想了。梦想，谢冉心中一动，这一世他似乎只对写作和吃感兴趣。既然谢家未来有谢晴挑大梁，他是不是可以？然而念头只是一闪而过，突然窗外乌云密布，倾盆大雨骤然降临，下雨了。谢冉看着窗外，灵机一动，我们中午煮火锅吃吧。好哎，萧兰东第一个赞成，这种天气吹着空调吃火锅简直太爽了。就连顾泽也偷偷咽了口水，毕竟谢冉煮的火锅是真的好吃。3人分工明确，萧兰东洗菜，顾泽也切菜，而谢冉则负责最关键的炒底料和调蘸料。牛油辣锅的香气很快弥漫开来，毛肚、鸭肠、肥牛摆了满满一桌。顾泽也和萧兰东看着厨房里那个忙碌的身影，感觉有些奇妙。明明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豪门大小姐，却偏偏做得一手好菜。这顿火锅在阳光房的花丛中吃得热火朝天。小冉，你以后开个餐馆算了，哥哥们天天捧场。萧兰东边吃边感叹，谢冉却坚定摇头，我才不要，爱好当成职业，我就不喜欢了。顾泽也只是淡淡勾唇，眼神里满是宠溺。饭后，3人躺在躺椅上，听着雨滴落在玻璃上的声音。谢冉昏昏欲睡之际，顾泽也低沉的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，小冉，我查过了，那个孩子出现的很突然，他的养父母去世的也很突然，你不觉得太巧了吗？谢冉的声音软软糯糯，仿佛下一秒就要睡着。巧不巧又有什么关系？她是爸妈的亲女儿，这是事实。她去谢氏楼下，不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这个山鸡变不成凤凰吗？顾泽也垂下眼眸，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疼惜。别瞎说，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。谢冉轻轻应了一声，闭上眼睛。这是她重生以来最放松的一刻。伪装了太久的小白花，她都快忘了自己本来的样子。迷糊中，她沉沉睡去。再醒来时，雨停了，夕阳西下。客厅里，顾泽也和萧兰东正在打游戏。我的姑奶奶，你可真能睡，足足睡了5、6个小时。萧兰东笑他，顾泽也却起身揉了揉他睡得乱糟糟的头发。谢叔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你再不回家，他就要找来了。谢冉打了个哈欠，乖乖准备回家。顾泽也却一把抓过他的背包，走吧，我送你。他想和他单独待一会儿。落日余晖下，2人的身影被拉得好长，一路无话，直到谢家别墅门口。小冉，好好学习，别想太多，你开心最重要。谢冉乖巧点头，挥手告别。一进门就看到谢晴和谢母坐在一起。谢晴看到他，立马阴阳怪气的开口，姐姐，今天那2个哥哥是你的男朋友吗？你还没成年，可不能早恋呀。谢母立刻打断他，小晴别瞎说，那是你姐姐的朋友。接着他又温柔地对谢冉说，小冉快去放书包，今天有你最爱吃的糖醋里脊。谢冉甜甜应了一声，看都没看谢晴一眼，径直上了楼。谢母的目光一直追随着谢冉的背影，直到谢晴怯生生地唤了他一声妈妈，谢母这才回神，温柔地看向这个亲生女儿，怎么了小晴？谢晴咬了咬嘴唇，终于问出了那个盘旋已久的问题。她怕现在不问，以后就再也没机会了。可她没想到，这话现在问出来，却正好踩了雷。妈妈，我回来了，那姐姐还会继续住在我们家吗？爷爷奶奶应该很想她吧？谁知一向温婉的谢母，竟像被触碰了逆鳞。你在说什么？小冉也是我的女儿，你想让她去哪？以后这话不许再说。谢晴在谢母看不见的地方，死死握紧了拳头，眼底满是恨意，可她嘴上却委屈巴巴。妈妈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担心谢爷爷谢奶奶。然而她话音未落，一个冰冷的声音从楼梯口传来，这么担心，不如你自己回去照顾他们。谢凌渊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来了，眼神冰冷地盯着谢晴，想把我妹妹送走，你想什么呢？小丫头，在我家就老实点，别欺负小冉，不然你就给我滚！一瞬间，屈辱感席卷了谢晴，她才是亲生的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哥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是你亲妹妹。谢母揉着太阳穴，打断了争吵。好了，儿子，上楼叫你妹妹下来吃饭。谢凌渊冷冷地瞥了谢晴一眼，头也不回地上楼。紧接着，谢母深深叹了口气，语气温和下来。小晴，妈妈知道你受苦了，但是小冉也是我们养了16年的女儿，她无处可去，她哪里都不会去，你有的她也会有。以后这个家要你们兄妹3人相互扶持，你明白吗？谢晴这才明白自己根本动不了这个谢冉，看来只能从长计议。于是她立刻认错，妈妈，对不起。
我错了。谢母信以为真，温柔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可他没看到谢晴转过头时那恶狠狠的眼神。就在这时，他和哥哥下楼了。饭桌上的气氛诡异至极，谢凌渊一脸不爽，谢晴满脸委屈，而他仿佛什么都不知道。该吃吃，该喝喝。谢凌渊几次想找茬，都忍住了。他决定以后找机会私下里再收拾这个看起来温吞软萌的姐姐。突然，谢凌渊开口打破了沉默：“妹妹，听说顾泽野那小子也要考商学院，那我岂不是他的直系学长了？”哈哈，他立刻皱起眉，很认真地看着哥哥：“哥哥，你不能欺负泽野哥哥，他很可怜的。”谢凌渊直接懵了，他可怜？他家比咱家有钱多了，妹妹你不会被他骗了吧？他却摇了摇头，轻声说出真相：“我听凛东哥哥说，泽野哥哥想学医，被他爷爷拒绝了，这才准备考商学院的。哎，看不到泽野哥哥穿医生制服了呢。”谢母听到这话，也赞同的点头。泽野那孩子身材好，穿白大褂肯定帅，不过他家就他一个继承人，顾老爷子怎么可能放他去学医？就在这时，一直沉默的谢晴突然开口：“哥哥，你们说的泽野哥哥是今天来我们家的哪一个？他觉得今天那2个男孩都好帅，尤其是那个看起来冷淡又金贵的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认识一下。”谢凌渊没理他，谢晴立刻转向谢冉姐姐，她可怜巴巴的开口：“下次带我一起吧，我一个人好无聊。”没想到谢冉竟然出人意料的同意：“好啊，妹妹，下次一起。”谢晴瞬间狂喜，以为终于能抢走谢冉的朋友，她甚至幻想起2个帅哥一左一右站在身边的样子，竟忍不住笑出声来。瞬间，整个餐厅气氛变得无比诡异，她这才反应过来，急忙给自己辩解：“我是为自己马上要有朋友感到很开心。”可谢凌渊却冷笑一声，谢母更是不着痕迹的摇头。一顿饭就在这奇怪的气氛下吃完，转眼间周一到来，今天是谢晴转去锦城一中的第1天，然而她被安排在2班，就在谢冉的1班隔壁。要知道，1班是真正的学神班，里面的学生要么是次霸榜的尖子生，要么是世界竞赛的获奖者，就算是谢家的背景，也休想往里插人。而2班则大部分是靠前进来的富家子弟。清晨，谢家豪车停在一中门口，谢冉款款下车，身后跟着局促不安的谢晴。从前鱼龙混杂的3中，怎能和全国前茅的锦城一中相比？光是门口一字千金的石碑和一排排的豪车，就看得谢晴眼花缭乱。然而，更让他震惊的还在后面。谢冉在学校人缘极好，光是进校门这会儿，打招呼的人就络绎不绝。谢同学，早上好。小冉，早呀。谢冉一一回应，接着便带着谢晴走向教学处。韩主任，这是谢晴。谢冉错开身，让出身后的谢晴。后续手续就麻烦您了，我回去上课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走，毫不拖泥带水。教学处的韩主任看着谢冉的背影，满眼怜惜。这个次年级第1的乖巧女孩，竟要承受这种打击。他只希望这件事不会影响她的成绩和心理。接着，他转头开始为谢晴办理入学手续。与此同时，谢冉独自走向高2一班。谢家认回亲生女儿的事，在锦城早已不是秘密。一路上，无数道目光都盯着他看，可那些目光里没有嘲讽，竟然全是好奇和心疼。这全得益于他平时的好人缘。下一秒，他走进教室，全班大部分同学瞬间将他团团围住。小冉冉，你没事吧？我都听我爸说了。是呀是呀，我们都担心你一整个周末了。他有没有欺负你？你要是挨欺负了，整个1班都是你的后盾。一个男生甚至开玩笑，你家要是不要你，来我家，我老爷子肯定高兴的上天。瞬间，谢冉被这些真挚的情感逗笑。正是这些关心，让他确信自己的伪装是正确的。毕竟上辈子的他可没有这么多好朋友。他连忙安抚大家：“谢谢关心，我没事，我还是你们的小谢冉。”就在这时，班主任推门而入，干什么呢？都不学习了？堵在门口的同学瞬间一哄而散。可班主任却点了谢冉的名：“谢冉，你跟我来一下。”他刚出门，身后的教室再次炸锅。你们知道他家那个女孩在几班吗？我知道，就在隔壁2班。我早上见到了，一股穷酸相，不知道在家有没有欺负小冉。与此同时，办公室里，班主任老郑拍着谢冉的肩膀：“谢冉，老师听说了你家的事，别受影响，下学期就高3了，你的成绩一直是老师的骄傲。”他甚至半开玩笑地说：“富2代做不成，咱就做富1代嘛。”谢冉瞬间被逗笑，他拍着胸脯保证：“老郑，你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，学习第一。”老郑这才满意的点头。他不懂豪门恩怨，他只知道实力才是硬道理。一整个上午，所有任课老师都在观察谢冉，直到看他状态一如往常，这才彻底放心。中午吃饭时，一班同学簇拥着谢冉走向食堂，路上恰好遇到顾泽野和肖兰东，众人立刻识趣的散开。然而3人凳子还没坐热，谢晴就端着盘子飘了过来。他得知2班全是富家子弟后，整个人都飘了。他天真的以为这是父亲在为他铺路，拓展人脉，甚至可笑的认为谢冉没进2班是因为失宠。殊不知，真正有实力的人都在1班，2班不过是些纨绔子弟。谢晴扭着腰走到桌旁，眼睛直勾勾的看着对面2人：“哥哥们好，你们也来吃午饭吗？”肖兰东头也不抬：“来食堂不吃饭，难道我来上厕所？”顾泽也抬手就给了他一下：“好好吃饭。”肖兰东嘿嘿一笑，直接无视谢晴，开始跟谢冉聊天。可谢晴毫不气馁，竟然再次插话：“景野哥哥，知东哥哥，可以把微信给我吗？我刚来学校，有些问题想问哥哥们。”顾泽也一如既往的冷淡。肖兰东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：“小丫头，哥哥不随便加人微信，有事问老师，问同学，你问我没用。”可谢晴依旧不死心：“那我中午可以来找哥哥们吃饭吗？我刚转来，和同学们不熟。”话还没说完，顾泽也冷冷看他一眼：“我们和你也不熟。”就在这时，一直没说话的谢冉放下筷子站起身，他对着谢晴淡淡丢下一句：“你好丑。”说完，端着盘子转身就走。顾泽也紧随其后，肖兰东也急忙扒完最后一口饭，跟了上去，只留下谢晴一人，在原地气到发抖。3人刚走，食堂瞬间炸开锅，那就是谢家认回来的女孩，胆子也太大了。
竟然敢跟顾泽也要微信，太不要脸了吧！看起来就不好相处，真担心谢然。这些话一字不落地传进谢晴耳中，他狠狠掰断了手中的一次性筷子，饭也没吃，端着盘子就走，心里疯狂怒吼：谢然，你这个小贱人，我迟早让你滚出谢家！然而谢然压根没把他当回事，他现在只担心另一件事，顾泽也下个月就要高考，他反倒替他紧张起来。景野哥哥，好多人都回家复习了，你怎么还来学校？萧兰东嚼着口香糖，抢先回答：还用说吗？你景野哥哥放心不下你呗。谢然却甜甜一笑：别担心我，高考才是最重要的。顾泽也深深看他一眼，抬手就揉乱他柔软的长发。谢然连忙往前跑开，躲过他的手。景野哥哥，头发弄乱就不好看了。他皱着可爱的小鼻子抗议。顾泽也看着阳光下他青春的背影，在心里默念：好看的，你什么样子都好看。那天之后，顾泽也回家做最后复习，于是每天中午只剩萧兰东陪谢然吃饭，偶尔还会碰到谢晴，但他不知为何竟偃旗息鼓，看着和谐相处的两个女儿，谢父谢母也渐渐放下心。时间转眼就来到顾泽也高考的最后一天，三人早已约好，考完就去庆祝。因此最后一科还没结束，谢冉和萧兰东就来到考场外。萧兰东幻想着顾泽也紧张的样子，就觉得好笑。小冉冉，你说景野哥会不会紧张？我真想看看他那张冰块脸是什么表情。谢冉美滋滋地吃着桃子味冰淇淋，我才想象不到，景野哥哥可是世界末日来临都不动声色的那种人。话音刚落，他就看到远处缓缓走来的顾泽也，他立刻跳起来挥了挥手：景野哥哥。下一秒，他拉起还在玩手机的萧兰东：知东哥哥，别玩了，景野哥哥出来了。说完就一路朝顾泽也跑去。景野哥哥，你家人没来接你吗？竟然被我们截胡了，考得怎么样？顾泽也轻笑一声，伸手摸上他的头：我跟爸妈说了，考完要跟你们庆祝。他顿了顿，语气带着一丝骄傲：你景野哥哥我能差吗？考完试的顾泽也整个人都放松下来。萧兰东立刻接话：走走走，我订了好多吃的喝的，送到秘密基地。嗨，要是我和小冉成年，咱们就能去酒吧了。原来他们庆祝的地方正是那个秘密基地。一辆车早已在路边等候，三人熟练上车，目的地顾泽野的小别墅。然而他们谁都没有注意到，就在他们身后不远处，一辆出租车悄然跟上，车里坐着的赫然是谢晴。谢冉和朋友正在庆祝高考结束，享受着难得的放松，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谢晴竟然一路尾随而来，甚至看着他和朋友的秘密基地，满是不屑，嫌弃这里还没谢家别墅的1/5大。紧接着门铃声突然响起，萧兰东满心欢喜的以为是外卖，猛地拉开门，谁知门口站的竟然是谢晴。他瞬间皱眉：你怎么来了？然而谢晴却熟络的往里探头，被玄关挡住视线后，他立刻换上一副无辜面孔：是谢冉姐姐让我来的呀。听到这话，萧兰东的怒火仿佛被浇灭，他虽然不解，但还是不情愿地侧开身子：你进来吧。就在谢晴嘴角上扬，一只脚即将踏入别墅的瞬间，谢冉从里面走出，他看到谢晴，伪装的柔弱瞬间破碎。你怎么来这了？他的声音像淬了冰，每一个字都扎着钢针。滚出去，离这远点。顾泽也闻声而来，立刻将愤怒的他揽到身后，眼神冰冷：我想我们没有人邀请你。萧兰东也猛然反应过来，一把抓住谢晴的手臂，毫不客气地将他推出门外。你居然骗我！小冉怎么可能把地址给你？砰的一声，大门紧闭。萧兰东小心翼翼地走到他身边道歉，解释着一切。这里是他们3个人的秘密基地，是顾泽也逃离家族压力的港湾，是萧兰东躲避父亲失望目光的舞房，更是他卸下所有伪装，释放秘密的地方。这个地方绝不容许外人踏足。谢晴被关在了门外，他恨恨地转身离开了，而门里的谢冉却不知怎地，忍不住大哭起来。即便这一世胜券在握，但对死亡的恐惧，对血脉的原罪，让他内心深处的不安再一次将他吞噬。毕竟他确实不是谢家真正的女儿，所以他在谢家总感觉自己是寄人篱下，而这个秘密基地是他唯一的归宿。可如今这片最后的净土也被谢晴找到，他感觉自己像被全世界抛弃，于是他哭了，哭得撕心裂肺，让2个男孩手足无措。萧兰东心疼的不行，连声道歉：小冉别哭了，哥哥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然而顾泽也眸色一沉，突然开口：别哭了，你再哭我就……谢冉含着泪好奇地看向他：你就什么？顾泽也直视着他泪汪汪的眼睛，一字一句：我把谢晴给你赶出谢家，好不好？这句话瞬间击中了他的软肋，那一刻他真的心动，可理智最终还是战胜了冲动。没关系的，我就是一时想不开。顾泽也靠在沙发上，闭上眼，脑海里却全是他哭泣的模样，他心里一阵烦躁。突然门铃又响了，他以为是谢晴去而复返，阴沉着脸猛地拉开门，结果门口的外卖小哥看着他浑身的杀气，吓得腿都软了。你的外卖。小哥递过外卖，掉头就跑。顾泽也提着袋子进屋，一脸不解：我很吓人吗？谢冉看着他那副模样，扑哧一声破涕为笑：泽野哥哥，你这能止小儿液体了。谢冉笑了，顾泽也周身的冰冷气息也瞬间柔和。这时萧兰东内疚地打开外卖袋，你们喜欢吃的我都买了，满满的牛排、三文鱼、零食和饮料，都是他赎罪的证明。谢冉拿起食材走向厨房，等我，很快就可以吃饭了。可谢冉不知道的是，身后2个少年交换了一个眼神，悄悄来到阳光房。这个角度既能看见厨房里忙碌的他，又能确保他听不到对话。萧兰东满脸愁容，泽野，看来谢晴对小冉的影响比我们想的大。然而顾泽野的目光却一刻也没离开过厨房里他的身影，他不用那么在意那个女孩。萧兰东瞪大眼睛，你不知道吗？外面都在传说谢家要把小冉送回去，还让他还钱，一听就是假的。可这事绝对和那个谢晴脱不了干系。顾泽野的眼睛瞬间眯起，指节捏得发白，他只说了5个字：我知道了，这事交给我。下一秒，谢冉清脆的声音传来，准备吃饭了。谢冉熟练地指挥着顾泽野切三文鱼，萧兰东准备饮料，自己则跟在顾泽野身后进了厨房。他看着他修长的脖颈，突然开口：泽野哥哥，你会后悔吗？顾泽
泽也动作一顿，声音是只属于他的温柔。后悔什么？不是一直想学医吗？现在只能学商，不会后悔吗？顾泽也笑着摇头，语气满是宠溺。傻冉冉，有些事我们没办法控制。如果我任性去学医，顾家怎么办？他的话还没说完，但谢然已经明白，这个男人为了家族埋葬了自己的梦想，百年基业毁于我的梦想，那不是梦想，是会压垮无数人的责任。顾泽野的声音温柔却坚定，但我希望我的冉冉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谢冉嘟起嘴，轻声说出自己的愿望，想看泽野哥哥穿白大褂。顾泽野终于露出今天最真实的笑容。好，以后哥哥穿给你看。然而这份温情瞬间被打破，肖兰东咋咋呼呼的闯进来，你们俩切个三文鱼要1年吗？牛排都凉了。顾泽野把切好的三文鱼递过去，切好了，走吧。一顿饭热热闹闹，仿佛刚才的不快从未发生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另一边被赶走的谢晴正酝酿着一场风暴。他愤恨地回到谢家，正巧看到谢母在客厅插花。谢晴眼珠一转，立刻换上甜美笑容凑过去。妈妈，她自认这1个多月早已将谢母哄得服服帖帖，心想谢冉那个小贱人迟早要被赶出家门。谢母看到乖巧的女儿，果然笑了。今天去哪儿玩了？就和同学逛了逛街。谢晴一边说，一边盘算着如何开口。谢母温和地看着他，想要什么就买，钱不够和妈妈说。机会来了，谢晴立刻咬住嘴唇，装出欲言又止的模样。妈妈，我刚才回家的时候看到什么了？谢晴紧盯着谢母的脸，开始她的表演。我看到姐姐和2个男人，就是总来我们家的那2个，进了同一栋别墅，而且有说有笑，其中一个还搂着姐姐的肩膀。她看着谢母的脸色果然变了，手中的花枝甚至被当场折断。谢晴心中窃喜，决定乘胜追击。妈妈，姐姐这样太不像好人家的姑娘了，小年纪就跟男人回家，这传出去我们谢家的脸往哪放？她越说越兴奋，仿佛已经看到谢冉被扫地出门的场景。谁知下一秒，谢母猛地转头，眼神冰冷。谢晴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她是你姐姐，你怎么能这样诋毁她？谢晴彻底懵了，剧本不是这么演的。这时候谢母不该是去找谢冉算账吗？为什么骂她？我没有，我真的看到了。谢母气得捂住胸口。顾泽野和肖兰东是她看着长大的孩子，品性如何她一清二楚，可自己刚接回来的亲生女儿竟然能说出如此恶毒的话，这话要是传出去，小冉还怎么做人？谢母深吸一口气，语气不容置喙，回你房间去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谢晴气得跺脚上楼，怎么也想不通，为什么亲妈还要偏心一个外人？谢母看着她的背影，瞬间像被抽空了所有力气。她不明白，自己千般补偿，万般疼爱，为什么亲生女儿却如此恶毒？为什么就容不下处处忍让的小冉？难道非要逼自己把小冉赶走吗？晚饭时，谢母把事情原本告诉了谢父。谢父一脸震惊，小晴当真这么说？谢母悲痛的点头，眼泪决堤。她暗示我小冉乱搞男女关系，还是1次2个。老公，为什么他就这么容不下小冉呢？我们到底该怎么办？难道他就非要赶走小冉吗？谢家家训向来是家和万事兴，可谁能想到这竟成了奢望。他们作为父母，见惯了商场丑恶，却从没想过家里也要上演勾心斗角。谢父放下筷子，决定亲自和谢晴谈谈。你让小晴来我书房。谢母敲开女儿的门，却只见她揉乱头发，滴着眼药水，装出一副可怜相。谢母心里闪过一丝心疼，但还是板起脸，你爸爸在书房等你。说完，她转身就走，丝毫没看到谢晴身后那充满恨意的眼神。谢晴走进书房，里面烟雾缭绕。谢父很少在家抽烟，除非心情极差。他指了指对面的沙发，示意她坐下。小晴，今天的事，爸爸想听听你的想法。没想到这话瞬间点燃了谢晴，她声嘶力竭地质问：我的想法？我也想问问你们的想法。你们包错了我，但我在李家过了16年生不如死的日子。我爸赌输赌赢都打我，好几次差点被酒瓶砸死。可谢冉呢？她占着我的家，我的爸妈，她穿着名牌，坐着豪车，享受万千宠爱。我呢？谢晴越说越激动，仿佛要把积攒了16年的怨恨全部倾泻而出。我才是你们的亲女儿，她该滚回李家，给我赎罪，补偿我受的苦。我就是想赶走她，我有什么错？谢父被这番话惊得愣在原地。谢晴看准时机，继续加码：爸爸，你们眼里只有谢冉，她只是个野种，我才是谢家大小令姐，你们欠我的必须不激我。谢冉霸占的必须还给我。谢父缓缓回过神，似乎明白了症结所在，不甘、不公、贪婪，扭曲了这孩子的心。他摘下眼镜，温和地看着谢晴，抛出一个问题：如果李家父母没死，你会怎么对他们？谢晴挑了挑眉，语气轻蔑：把谢冉还给他们，再给一笔钱打发掉不就行了？难道还想继续当我爸妈？谢父捏了捏鼻梁，缓缓闭上了眼睛。良久，就在谢晴坐立难安时，谢父再次开口，他的声音很轻，却像一道惊雷：李家父母到底是怎么死的？谢晴瞬间愣住，拳头在身后死死握紧。是意外。好了，你出去吧。谢父挥了挥手，打断了他的话。谢晴离开了谢府的书房，回房间的路上看到了大厅里的谢母和谢冉。谢冉正轻轻靠在妈妈怀里，告诉她一个大秘密：妈妈，泽野哥哥这次可能就是锦城状元哦。妈妈温柔地笑着，仿佛能抚平所有不快，但她还是逗谢冉：高考成绩还没出，你怎么知道？谢冉骄傲地挺起小胸膛，好像状元是他自己一样。他本来就超厉害，这次更是超常发挥，不是状元是什么？他话锋一转，带着点小小的遗憾，就是可惜，他本来想学医，现在只能跟哥哥一样去学商了。谢冉突然灵机一动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妈妈：妈妈，你说我去学医怎么样？谁知妈妈一听，直接笑出声来：宝贝，学医很辛苦的，妈妈不是看不起你，是怕你身体吃不消。谢冉假装生气地嘟起嘴，可妈妈竟然不相信我。其实她也只是说说，一个重生回来的人，
怎么可能做到纯粹的唯物主义？可妈妈却认真起来，摸着谢冉的头，妈妈相信你，宝贝想学什么都行，只要你快乐。谢冉窝在妈妈怀里，认真思考起未来。他们家不缺钱，哥哥又是继承人，他完全可以追求梦想。于是谢冉小声说出他的想法：妈妈，我想去景大文学院，以后当个作家。没想到妈妈立刻举双手赞成，好呀，当作家就能天天在家陪妈妈了。客厅里，谢冉和妈妈笑作一团，完全没注意到楼上的爸爸正看着他们，眼神复杂，更不知道就在他们欢笑时，爸爸转身回了书房，打了一个改变很多人命运的电话，去查李家那两口子，他们的死到底有没有隐情。这一切谢冉都毫不知情。转眼间6月底放榜，果不其然，顾泽也一举拿下锦城状元。可因为顾家的背景，他成了史上最神秘的状元，没有任何新闻报道。要知道，当年谢冉的哥哥拿状元时，那可是风光了好一阵子。就这样，顾泽也报道的那天，没让家里人送，而是带着谢冉和萧兰东一起去了景大。刚到校门口，就看见谢冉的哥哥谢凌渊早就等在那，他一个箭步冲过来，直接无视另外2个帅哥。妹妹，宝贝，这么热的天，你跑来干嘛？是不是想哥哥了？谢冉对着哥哥甜甜一笑，哥哥，我们快进去吧。他这才瞥了一眼谢冉身边的顾泽野和萧兰东，撇了撇嘴，走吧，带你去报道，再晚2个小时，今天都结束了。顾泽野却彬彬有礼的解释，谢凌渊哥，早上小冉起不来，中午又太热，我怕他受不了，所以才这个时间来。谢冉的哥哥听完，脸色才好看一点，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。他们4个人走在景大的校园里，谢冉立刻被这郁郁葱葱的景象吸引。哥哥，你们商学院好大好好看哦，他真希望时间能过得快一点，明年他也要来这里。哥哥揉了揉谢冉的脑袋，那你要不要也来商学院？哥哥保护你。谢冉赶紧躲开，不要弄乱我发型。再说我明年来了，你都大4实习了，哪有时间保护我？而且人家想去文学院。谢冉的哥哥一听，哈哈大笑，文学院好啊，女孩子多，就不会有乱七八糟的男孩子围着我宝贝妹妹了。说着，他还特意指了指顾泽野和萧兰东，洛，你们俩不就是乱七八糟的男孩子吗？谢冉看着他们斗嘴，忍不住也跟着点头起哄，对对对，你们2个乱七八糟的男孩，快离我远一点。他们4人笑闹着，终于来到商学院的报道处。谢冉的哥哥轻车熟路地带着顾泽野走到一个桌子前，桌子后的学姐一看到谢冉的哥哥，立马站了起来，会长。谢冉的哥哥点点头，指着顾泽野，给我弟弟办入学。他不住校，那个学姐的目光却瞬间从谢冉的哥哥身上死死地盯住了顾泽野。那学姐以为谢冉哥哥的弟弟也是谢家人，哪曾想顾泽野在报道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顾泽野，他瞬间瞳孔地震，这不就是今年锦城的神秘状元吗？他还以为状元长得丑才不敢接受采访，没想到帅成这样。下一秒，他竟拿出手机想偷拍一张，可谢冉一眼就发现了。谢冉毫不客气地出声质问：“这位姐姐，你在偷拍吗？”他被抓个正着，顿时慌了神，不可以拍吗？谢冉点点头，语气坚定：“不可以哦，麻烦删掉。”谢冉哥哥的脸瞬间就黑了，对着他就是一顿训斥：“好好办你的手续，怎么还学会偷拍了？”他是谢冉哥哥学生会的成员，竟然干出这种事，简直丢谢冉哥哥的脸。那女生吓得脸色惨白，结结巴巴的想要解释：“对不起，会长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这时，萧兰东赶紧出来打圆场：“好了好了，我这兄弟不喜欢镜头，姐姐要不拍拍我？”那女生感激的看了他一眼，这才算解了围。顾泽野的手续很快办完，谢冉的哥哥临走前还冷冷的瞪了那女生一眼。他们走远后，那女生才敢喘口气。可她转头就在寝室群里发了消息：“姐妹们，我刚才给状元顾泽野办了入学，谢学长带他来的。”群里瞬间炸了锅，帅吗帅吗？快发照片，帅惨了，就是那种贵公子，又冷又拽。照片呢？别提了，我偷拍被一个小姑娘拦住了，好凶！谁啊？这么过分，多管闲事。那女生按灭屏幕，心里却对谢冉恨得牙痒痒。办完手续，他们直接去了顾泽野在景大的新家兰亭序别墅区，顾家自己开发的地盘。他指着隔壁一栋一模一样的别墅，对谢冉轻声说：“谢凌渊哥，兰亭序也有属于小冉的一栋，你可以过来住。”谢冉瞬间睁大眼睛，哈，有我的一栋？什么意思？顾泽也指着隔壁那栋，给你留的。谢冉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哥哥先炸了毛，这可不行，想用金钱俘获我妹妹是不是？我们谢家不差这一栋别墅的钱。顾泽野的脸瞬间红透，窘迫地站在原地。谢凌渊哥，我没有。谢冉赶紧拉住哥哥，哥哥，你别欺负泽野哥哥。然后他转向顾泽野，认真地说：“泽野哥哥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这太贵重了，晚上我让爸爸把钱转给你，好吗？”小冉，不用钱的。他还在推举。萧兰东这时从别墅里窜出来，一把搂住顾泽野，泽野，我的呢，我的呢，不能厚此薄彼啊。顾泽野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你也有，随便选一套，我过户给你。他又看向谢冉，眼神带着一丝恳求：“小冉，你看，兰东我也送了，所以可不可以不要拒绝我？”谢冉心里有了主意，一栋别墅而已，关系再好也不能白拿。他哥哥见谢冉心里有数，也就没再多说。晚上回家，谢冉立刻凑到爸爸身边撒娇：“爸爸，你知道兰亭序别墅多少钱一栋吗？”“怎么？小冉想买？可以啊。”离景大近，正玩手机的谢晴突然插话：“姐姐要买别墅，想搬出去住。”谢冉理都没理他，继续对爸爸说：“不是啦，是泽野哥哥送了我一栋，我想把钱给他。”谢晴一听，像被踩了尾巴的猫，尖声叫起来：“送你别墅？你们什么关系啊？”可他们谁也没理他。爸爸放下报纸，泽野这小子有心了，这是爸爸来处理。他话锋一转：“不过这小子真争气，竟然考了个状元回来。”谢晴彻底愣住，状元？那个神秘的锦城状元顾泽野，就是跟姐姐在一起的那个男生。他一直以为顾泽野只是个小门小户的穷小子，谁知道竟然是比谢家势力更雄厚的顾家大少爷。他低头玩着手机，掩去眼底的嫉恨，绝对不能让谢冉抱上顾家的大腿。就这样，顾泽也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，谢冉也投入了紧张的高三。这一年，谢冉拼命学习，偶尔顾泽也没课会回来看他，连每周的3人聚会都取消了好几次。萧兰东都忍不住调侃谢冉：“小冉，
你这么努力，是想一门双状元？顾泽野却一脸理所当然。小冉一直都是年级第一，拿个状元轻轻松松。萧鸾东瞬间瘫在沙发上，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。萧鸾东一脸哀怨地看着他们，好气哦，你们都是学霸，显得我好傻。谢然忍不住笑出声，知东哥哥，术业有专攻吗？你看你会唱歌跳舞，我们只会学习啊。原来高三这一年，萧鸾东找到了自己的理想，他要考锦城电影学院。结果他把这事告诉家里，他爸妈和爷爷差点没打死他。听说萧爷爷当时气得直拍桌子，我萧家的男儿要去抛头露面当戏子，他竟然在书房跪了整整3天，才换来家人的同意。这件事还是他妹妹蓝月偷偷告诉谢然的，可萧鸾东自己却只是叹了口气，可惜大学不能和你们一所学校了。没想到顾泽也看着他，眼神里竟然全是羡慕。他羡慕萧鸾东有追梦的勇气，还有无论如何都支持他的家人，而他自己只能离理想越来越远。转眼间就到了高考，谢然早早跟读者请了假，专心备考。他们肯定想不到，天天追更的大神作者竟然只是个高中生。可谢晴就完全不一样了，他到了一中，成绩一落千丈，整天只知道跟那群狐朋狗友鬼混。爸爸问他志愿，他竟然挑着没说。爸，我们家还不能把我塞进警大吗？爸爸当时就语塞了。谢然知道爸妈觉得亏欠他，只能用钱来弥补，于是爸爸让他好好选个专业，他好去运作。谁知谢晴踩着高跟鞋上楼，嘴里还轻蔑的嘀咕，什么专业不都一样，等着继承家产就行了。结果他选了珠宝设计，一个富家子弟扎堆的专业，而谢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学专业，要在写作这条路上走下去。高考结束，谢然毫不意外地为谢家拿回了第2个省状元，爸妈高兴地跟亲戚朋友炫耀了好几天。紧接着，谢冉和谢晴都收到了警大的录取通知书，但对谢家来说，一件更重要的事被提上日程。谢冉和谢晴的18岁成人礼，去年17岁生日，因为高考，家里只是简单吃了顿饭。谢晴当时还大闹一场，她本想借机亮相，最好再让谢冉出个丑，没想到计划落空，所以这一次他们的18岁成人礼办得格外隆重，请帖早就送了出去，各大奢侈品牌的设计师也上门服务。谢冉选了最适合她的镶牌高定，谢晴却偏要压她一头，选了更高端的爱马牌，一切似乎都在准备中。可是谢冉万万没想到，就在成人礼的前一夜，谢晴竟拨通了一个神秘电话。谢晴坐在阳台上，声音冰冷，喂，老东西，我发的短信看到了吗？明天记得过来，事情办妥，给你们100万，办不妥的话，呵呵。电话那头似乎在做着什么艰难的决定，而谢冉对此一无所知，正期待着他的成人礼。谢冉18岁生日当天，本想美美的睡个懒觉，结果一大早他妈妈就把他叫醒，说顾泽野和萧鸾东已经在楼下等着。谢冉忍不住在心里抱怨，他俩怎么总是一大早就来烦人。他认命的爬起来，选了套粉色套装就冲下楼，谁知刚到客厅，顾泽野就清冷的开口，小冉18岁快乐。紧接着萧鸾东也扑了过来，小冉冉，祝你成年快乐。谢冉刚笑着道完谢，萧鸾东就神秘兮兮的把他拉到门外，快来看，我和你泽野哥给你准备的成年礼物。没想到门口赫然停着一台白金色的敞篷跑车，线条流畅，配色简直仙女下凡。更要命的是车门上竟然还刻着谢冉的名字。萧鸾东得意的跳到车旁，像变魔术一样拿出一个礼盒，当当当，小冉，你人生中的第1辆车，哥哥送的。天哪，这车也太好看了吧！可谢冉连驾照都还没考呢，他刚想拒绝，却猛然发现一个致命问题，这辆仙气飘飘的跑车竟然只有2个座位，他们可是3个人啊！就在谢冉不知所措时，顾泽也突然从他手里拿过那个礼盒，他3下5除2就拆开，抽出里面的车钥匙，下一秒直接坐进驾驶位，冲谢冉温柔一笑，小冉，鸾东技术不熟，我带你去兜风。谢冉立刻心领神会，笑着钻进了副驾驶，顾泽也一脚油门，嗖的一下就带着他窜了出去，只留下萧鸾东一个人在原地气到跳脚。谢冉心里偷笑，对不住了鸾东哥哥，谁让顾泽也先下手为强呢？然而顾泽也并没有在市区乱逛，他竟然一路向西，把车稳稳停在了一片巨大的茉莉花园门口。此时花园还没开放，他却轻车熟路地带谢冉走了进去。天哪，漫山遍野的茉莉花海，美到让人窒息。谢冉正沉醉在花海里，顾泽也却从身后递过来一个精美的丝绒礼盒，小冉，给泽野哥哥送你的成年礼。谢冉心里一动，打开一看，瞬间被眼前的美好震惊，那是一条镶满粉钻和白钻的手链，在阳光下闪着很贵的光芒。谢冉颤抖着问，泽野哥哥，这个很贵的吧？他虽然不懂珠宝，但也知道这种橙色的粉钻有多稀有，这条手链的价值恐怕比兰亭序那栋别墅还要高。谢冉咬着嘴唇，这么贵重的礼物他怎么敢收？可顾泽也却直接拿出手链，温柔地替他戴上手腕，小冉你看，他戴在你手上多好看。谢冉忍不住抬手，钻石的光芒洒在他周围，可他还是忍不住担心，泽野哥哥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顾泽也竟然微微弯腰，宠溺地捏了捏他的脸，怎么还不许哥哥有点小秘密了？他说这是他从小到大的零花钱加上自己开公司赚的。谢冉撇了撇嘴，开玩笑说，那我可得担心你以后吃不起饭了。谁知顾泽也竟然笑了，那小冉成年了，是不是该养活哥哥了？谢冉立刻拍着胸脯保证以后靠他几千块的稿费养他。就在这时，谢冉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电话那头是他妈妈焦急的声音，小冉，你和泽野还不回来吗？再晚一会蓝东要生气了。谢冉跟顾泽也对视一眼，完蛋，他们竟然把被抢了车的蓝东哥哥给忘了。谢冉和顾泽也刚回到家，就看到萧蓝东气呼呼地坐在沙发上啃苹果，他看到他们，直接把另一个苹果朝顾泽也丢过去，你们还知道回来啊？顾泽也轻松接住，淡淡的说，你送的车只有2个座。谢冉立刻蹦到妈妈身边，举起手腕炫耀，妈妈，快看泽野哥哥送我的生日礼物。他妈妈一看那手链，立马惊呼，哎呦，泽野这孩子怎么又送这么贵重的东西？谢冉故意撒娇，就是啊，他还说没钱吃饭了，让我请他呢。妈妈点着谢冉的鼻头笑骂他得了便宜还卖乖，这手链我请他吃一辈子的饭都不够。这时萧蓝东凑到顾泽野身边，一脸八卦，泽野，你偷偷送小冉什么了？是不是手链？顾泽野惜字如金，是。萧蓝东瞬间炸毛，你怎么想到送手链的？小冉他又不爱戴首饰，还是我送的车库。然而顾泽野压根没理他，自顾自的玩手机。就在这时，楼上突然传来一个女声，是谢冉的妹妹
谢晴。哟，这俩帅哥还真是积极，就是不知道过了今晚还会不会黏在谢冉身边呢？他的话阴阳怪气，让谢冉心里咯噔一下。但谢冉没多想，因为很快顾泽野和肖兰东就在他家蹭起了午饭。饭后，顾泽野接了个电话就去了花园，可他刚出去没多久，就听到一个熟悉又阴狠的女声：“老东西，你们还有多久到？”对，那女孩叫谢冉，她今晚穿粉色的礼服，想不想要钱？想要钱就按我说的做。是谢晴，她竟然在密谋着什么？顾泽野瞬间握紧拳头，不动声色地从后门溜出去，立刻给自家安保队长打了电话：“喂，是我，今晚多派点人守在谢家周围，绝不允许让陌生人进来。”安排好一切后，他才装作若无其事地回到客厅。可他的脸色实在太差了，谢冉忍不住凑过去关心他：“泽野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不开心吗？”他深深地看了谢冉一眼，摇了摇头：“没有，我今天很开心。”谢冉正想追问，造型师团队就上门了。妈妈催他赶紧去做造型，他只能担心地看了顾泽野一眼，跟着他们上了楼。谢冉刚走，肖兰东就凑了过去：“你怎么了？真不开心啊？”顾泽野这才把刚才偷听到的电话内容告诉了他。肖兰东瞬间从沙发上跳起来：“什么？你说谢晴要对小冉不利？”顾泽野赶紧捂住他的嘴，让他小声点：“我安排了人在外面，不要打草惊蛇。”肖兰东紧皱眉头，满脸不可思议：“他疯了吗？今天可是他们2个人的生日宴，他想让谢家丢脸吗？”顾泽野眼神冰冷：“我没想到谢家认回来的这个女孩竟然这么没脑子。”两人越想越不对劲，谢晴到底想干什么？电话里说的老东西又会是谁？顾泽野揉了揉眉心，眼神坚定：“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有我在，谁也别想伤害谢冉。”就在这时，客人开始陆续到达。肖兰东那个活泼的妹妹肖兰月一进门就大喊着找谢冉，像一阵风一样冲上了楼。肖兰东看着妹妹的背影，突然灵机一动，也许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丫头能在谢冉身边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。谢冉正昏昏欲睡，突然被一声尖叫惊醒：“小冉姐，你好美啊！”是肖兰月。这丫头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，围着谢冉转个不停。谢冉无奈地笑着，任由她像只小蜜蜂一样叽叽喳喳：“你再转，我就要晕了。”直到造型师们离开，房间里只剩下他们2个。下人来敲门提醒谢冉可以下楼了，生日宴要开始了。谢冉深吸一口气，最后一次检查妆容，挽着肖兰月的手走出房门。楼梯口，妈妈正等着她，而她旁边站着一身橙色礼服的谢晴。谢冉打量着谢晴，她这一年是白了点，可那片黄黑的肤色配上橙色，简直是一场灾难。妈妈带他们一起下楼，瞬间整个大厅的目光都聚焦在他们身上。宾客们窃窃私语：“左边那个就是谢家亲女儿谢晴吧？好土啊！主要是谢冉太好看了，像个仙女，可惜不是亲生的。”这话一出，立刻有人动了歪心思：不是亲生的，那我是不是有机会了？娶一个谢家假千金，既能抱得美人归，又能得到谢家助力，一举两得啊！大厅里，无数双贪婪的眼睛盯向谢冉，他们觉得谢冉性格好拿捏，就算以后在外面彩旗飘飘，她也不会生气，简直可笑。而顾泽也站在人群最前方，目光灼灼地看着谢冉，仿佛仙女下凡，走进了他心里。爸爸清了清嗓子，开始致辞。他先是向众人介绍了谢晴，只说是身体不好，一直在国外疗养，去年才回国，这是早就商量好的说辞，为了谢家的名声，更是为了保护谢冉。然而谢晴却一脸骄傲，全然不在乎。他似乎笃定，过了今晚，谢冉就会身败名裂。紧接着，爸爸话锋一转，声音里满是激动和骄傲：“我还有一件事要宣布，我女儿谢冉在今年的高考中一举夺得锦城状元，我谢家从此一门双状元。”话音落下，谢冉甜甜一笑，再次俘获了满场少男的心。开场致辞结束，宴会正式开始，宾客们四散开来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粉毛少年突然找到了他的父母，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谢冉。他是张氏集团的二公子，而那个粉毛就是张氏集团的二公子。谢冉当时还不知道，他那直勾勾的眼神充满了不堪的欲望。下一秒，他转身就跑去找他爸妈：“爸妈，我想娶谢冉。”他开门见山，直接提出要求。张夫人惊讶地捂住嘴：“小宝，谢冉不是谢家亲生的。”可他爸张总却若有所思：“大儿子已经为家族联姻了，小儿子娶个自己喜欢的没什么不行。”他甚至冲儿子挤了挤眼，何况那谢冉那么漂亮。张二公子瞬间心领神会，脑子里全是把谢冉娶回家后为所欲为的龌龊画面。然而张夫人还是不情愿，她除了长得好看还有什么？一个假千金，可娶个普通人有什么区别？一听这话，张二公子顿时急了，仿佛到嘴的鸭子就要飞走。他立刻凑到他妈身边，抱着手臂疯狂撒娇：“妈妈，求求你了，我就想娶谢冉，你帮我求来，我以后肯定天天回家陪你。”张夫人瞬间心软，她心里盘算着，就算谢冉不是谢家亲生的，但谢家总不会不管吧？哪怕只给一点点资源，对张氏也是极好的。退一万步讲，谢冉长得这么好看，娶回家给他们儿子生孩子，改善一下基因也不错。于是他竟然点了点头，说好了，娶了谢冉以后不准再去夜店。张二公子激动得满脸通红，用力点头，他已经等不及了。妈妈，你现在就去找谢夫人聊，我好多朋友都想娶她，咱们不能落后。张总也在一旁煽风点火，说现在正是好时机。就这样，张夫人拿起手包，气势汹汹地朝谢冉妈妈走去。谢冉妈妈作为宴会主人，身边围满了个家夫人，看到张夫人凑过来，她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，毕竟张家的地位和谢家还差得远。可谁知张夫人一开口就语出惊人：“谢夫人，我想替我们家老二求娶你们家的谢冉。”谢冉妈妈当场被这番不要脸的说辞震惊到愣住，结果张夫人竟然会错了意，她以为谢冉妈妈是惊喜到说不出话来。在她看来，谢冉就是个谢家为了面子才留下的野种，现在有人愿意接盘，简直是帮谢家解决了天大的麻烦。于是她立刻乘胜追击，声音里带着一丝施舍的意味：“谢夫人，我知道谢冉的情况，但谁让我们家小二就喜欢她呢？我们可以先把亲定下来，你要是不想让她在谢家待着，这2年也可以直接住到我们家来。”张夫人倒是打了一个好算盘，她想提前把谢冉带回家，好让儿子。话音未落，谢母一点都不顾当家主母的颜面，对着张夫人大骂了起来：“你这人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们家老二又是谁？还想把我女儿接到你家去，20再领证？你当我谢家的女儿是什么？”张夫人撇了撇嘴：“我又没说要娶你们家的谢晴，夫人你没必要这么激动吧？我帮你们解决了谢冉这个大麻烦，你不应该谢谢我吗？”
谢母气得捂住了胸口。此时谢凌渊不知从哪窜了出来，一把扶住了自己的母亲，拍了拍她的后背，为她顺了顺气。您是张氏集团张总的夫人吧？今天是我妹妹的成人礼，您这样吗？是不是有点难看了？谢凌渊略带一丝阴冷的眼神看向张夫人，让她浑身都不是很舒服。此时周围的客人们也围了上来，张总带着他那个满头粉毛的二公子也走到了张夫人身后。谢公子，您或许是误会了，我夫人并没有恶意，只是我这乖儿子仰慕谢冉许久，千求万求让我们上门提亲，我夫人这才。顾泽野和萧兰东不知什么时候也出现在了这里。萧兰东不屑地冷笑了一声，你这乖儿子，你对他是不是有什么误解？吃喝嫖赌抽，你儿子哪样没沾上？20不到的年纪，玩了几十个女孩了吧？就这还想求娶谢冉？张总极为生气地指了指萧兰东，虽然自己儿子不好，但是也绝对没有他说的这么不堪吧？没想到那粉毛先跳了出来，萧兰东，你在瞎说什么呢？更何况就凭我家的实力，我娶个不知道哪里来的野种，难道不是给他面子？要不是他长得好看，我会愿意。顾泽野一拳打了上去，直接把粉毛打趴在地，粉毛像只被拔了毛的大公鸡，尖叫不已。顾泽野，你放开我！张夫人也凑上前去想要拉开顾泽野，但碍于顾泽野的身份又不敢下手打他。哎呦，顾少，这是怎么了？快松开我儿子吧！顾泽野的余光看到了从花园里走进来的谢冉，停下了自己的拳头，一只脚踩在张二公子的肚子上。野种，呵呵，你信不信我让你也变成野种？刚应酬完一班同学的谢冉蹦蹦跳跳的来到宴会厅，看到围成一团的客人们，好奇的凑了过去。泽野哥哥，你们在干什么呀？怎么在我的生日宴会上打人呢？这样是不好的。顾泽野走到谢冉身边，拉着他的手腕，又带他离开了宴会厅。萧兰东跟在了两人身后。此时恢复了神智的谢母揉了揉太阳穴，对着张总一家人说道：“实在是抱歉，张总，今日谢家或许没办法接待您3位了。您看。”张夫人扶起了还躺在地上的张二公子，丝毫不觉得自己和儿子说错了什么，反而心中十分愤恨。好，我们走。今日之事我张家记下了，我本好意帮您解决麻烦，没想到您家的待客之道竟然如此。只希望未来谢冉嫁不出去的时候，不要再来找我张家就好。谢凌渊呵呵一笑，伯母，谢家不劳您挂心了，我谢家的女儿会嫁不出去，您不如先带您儿子去查查身体吧，毕竟一年玩上几十个女孩子，这身体还是要好好查一查才行的。张夫人指了指谢凌渊，你，然后被张总拉了拉衣摆。今日叨扰了，我们先告辞了。张家3人离开了谢宅，豪门是非多，其余人也不是没见过这样的场面。谢家的势力摆在那里，大家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才是最正确的选择。人群一哄而散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。只是在看不见的地方，大家还在讨论着刚才发生的事。谢家的某个角落，谢冉、顾泽野、萧兰东3人凑在这里。泽野哥哥，你怎么和别人打架呀？有没有受伤？谢冉检查了一下顾泽野的手，发现只有关节处微微发红，才放下了心。顾泽野抿着嘴不说话，看起来还有点生气的样子。萧兰东在一旁解释着：“张氏建筑那个二公子，你见过吧？就是一头粉毛的那个。”谢冉点了点头。锦城看起来大，但是圈子倒是很小，圈子里的人差不离的，大家都互相认识。萧兰东说的那个粉毛，他印象还挺深的，主要是每次见面，他身边跟着的都是不同的女孩子，有时候身边还会跟着好几个女孩子。那粉毛的妈去和谢意说想娶你，还说剩下的话萧兰东还没说出口，顾泽也就摆了摆手，他不想让谢冉听到那些侮辱人的话。谢冉追问了几句，两人都不开口，他只好愤愤地说：“想娶我？就那粉毛吗？我不喜欢他，妈妈没答应吧？怎么可能？谢意能随便把你嫁出去吗？你可是谢家的小公主哎！我看这世上也就本少爷来求亲，谢意会答应吧？”哇哈哈哈！萧兰东正沉浸在自己的畅想中，却被顾泽也直直地打了头一下。哎，顾泽也，你打我干什么？好吧好吧，那再加一个你好了。谢冉假装没听到萧兰东说的话，在两人看不到的地方偷偷羞红了脸，一直在和自己的交友圈寒暄的谢晴，直到张家3人离开才知道宴会厅里发生的事情，并且非常遗憾自己没去看热闹。他在学校里最好的同学凑在他身边说着小话：“小晴，你爸妈怎么还没把谢冉送走呢？我看他不顺眼很久了，他凭什么还在谢家待着呀？”谢晴也这样觉得，但是他在外毕竟是温柔知性大姐姐的形象，确实不可能应和他这位同学的，只能淡淡说道：“你不要这样说，我姐姐她毕竟在谢家生活了18年，和我父母有着很深厚的感情，她还是锦城状元呢，很是给我们家长脸。我父母又是为人和善亲厚，怎么可能把她赶出去呢？”那同学听闻此话也点了点头：“是呢，你们家是真好啊，家庭环境简单，不像我们家，我爸在外面不知道有多少私生子。”谢晴所在的锦城一中二班，所有人都出身于豪门世家，只是大部分人都是未来难以继承全部家产的闲散人士。谢晴一开始还以为谢父是为了让他拓宽人脉才把他放到2班来，后来和同学们熟悉了以后，他因此气了许久。他找过谢父，想让谢父把他调入和谢冉一样的一班，毕竟一班的人除了几个学习极好的平凡家庭以外，其他的人可都是极为优秀的锦城豪门世家的下一代继承人呢。当时谢父很平静地拒绝了他，一班锦城没有任何一家可以插人进去，这是很多年前我们所有豪门世家的共同约定，想上一班自己考吧。那之后谢晴烦躁了一阵子，后来他自己也想开了，谢冉在一班又能怎样？之后的谢家还不是他和谢凌渊继承。他低头看了眼时间，和身边的女同学温和地打了个招呼：“我要去打个电话，你先自己玩一会好吗？”说完他就回了自己房间，关严了门，又打通了那个电话：“喂，你们2个老东西到哪了？再不来，那100万别想要了，你们就死在垃圾堆里吧。”电话那头的人唯唯诺诺地应着：“来了来了，马上就到了。这别墅建在山顶上，我们2个身体不好，爬山很慢。好了，不想听你们解释这么多，快点过来吧。”说完话，谢晴就挂点了电话。呵呵，谢冉，希望你会喜欢我送你的这个礼物。而此时，顾泽也接到了自家安保队长的电话：“少爷，我们在半山腰处发现了2个奇怪的老人，您看。”“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”顾泽也挂断了电话。“泽野哥哥，你要去哪呀？再过一会就要切蛋糕了，我不想那时候你不在场。”顾泽也捏了捏谢冉的脸蛋：“我很快就回来，你先和兰东玩，可以吗？”谢冉只好点了点头，目送顾泽也离开。
萧完东却一下子就猜到了顾泽野是去干什么。看来谢冉的那个妹妹还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呢。顾家安保队的成员早早的就等在了谢家门口，看到顾泽野出门以后，就为他打开了车门。少爷，队长已经把人关起来了，是2个穿得破破烂烂的老年人。这2个人和少爷有什么仇吗？顾泽野淡淡的看了他一眼，好好开你的车，废话不要这么多。从谢家所在的山顶开车到关押2人的半山腰处，大概10分钟的时间。这一路上，顾泽野翻着安保队长发给他的资料，资料上正是那2个老人的。这2人分别叫李建国、王翠芬，是谢晴养父母的亲生父母，也就是谢冉的亲爷爷奶奶。顾泽野垂了垂眸，开始思索起这件事来。如果他推测无误的话，这2人应该就是谢晴电话那头的人。至于来干什么，看起来再明显不过了。下车后，他来到了关押那2位老人的小屋门前，安保队长已经等在门口了。他递给了顾泽野一个黑色的口罩，顾泽野不解地扬了扬眉，队长却坚持把口罩塞给了他。于是他拿着口罩进了屋。进屋的第一时间，他就知道了这个口罩的用途。屋子里充斥着浓郁的垃圾味，椅子上坐着2个穿着十分破烂的老年人，看起来有70多岁。顾泽野戴上了口罩，坐在了离2人4、5米远的地方。安保队长安静地站在他身后，李建国、王翠芬，他直接喊出2人的名字。2个老人没想到对面的人竟然知道他们的名字，坐在椅子上瑟瑟发抖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顾泽野沉静地问着。那老奶奶先开了口，我知道啊，这不就是别墅区吗？难道别墅区不能捡垃圾吗？顾泽野勾了勾唇，捡垃圾？谢晴打电话让你们来捡垃圾的，能捡多少钱回去？对面的2个老人仿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少女，于是干脆直接不说话。顾泽野看了眼手表，却没有那么多耐心。说吧，谢晴让你们来干什么？我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你们耗。不说，就在这个房间里，不要出去了。好好配合的话，他许给你们什么，我照旧给你们。2位老人对视一眼，那老爷爷先开口问道：你真能照旧给我们？不是诓我们的吧？顾泽野不耐烦地敲了敲手指，不想说可以不说。我猜谢晴应该是让你们去生日宴上捣乱吧？我把你们关在这，等生日宴过了再放你们出来。你们完不成谢晴的任务，应该也拿不到他答应你们的东西吧？至于什么东西，我猜是钱。不过他在谢家这1年，估计也攒不下太多钱给你们吧？顾泽野很少一口气说这么多话，但现在他有点着急了。谢冉快要开始切蛋糕了，他不想错过。听到顾泽野的话，那2个老人互相看了看对方，感觉比起谢晴那个小蹄子，对面这个少年看起来更有钱，更靠谱一些。于是他们就要开口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顾泽野。这时顾泽野却叫停了他们，他打开了手机的摄像机，交给了身后的安保队长，让队长把一切都录下来。这位小少爷，能不能不录像呢？我担心录像以后谢晴会来找我们的麻烦。顾泽野越来越不耐烦，你们没有资格和我讲条件，我把你们关在这里也可以解决问题，又想拿到我的钱，又什么都不想付出，世界上有这种好事？2位老人似乎是认命了，在摄像头下讲出了谢晴让他们做的事。谢晴离开我们家的时候，带走了我们家所有的钱，那里面还有他爸妈出车祸后对方给的赔偿。他还威胁我们不要让我们来谢家找他，不然他就让我们生不如死。于是我们这1年都没赶回来，就在外面捡垃圾维持生活。前几天他突然给我们发了一条短信，2位老人中的男性拿出了手机，把那条短信翻了出来，颤颤巍巍地把手机放到了顾泽野面前。顾泽野皱着眉看了眼面前的短信，只见上面写着：老东西们，最近好吗？缺钱吗？7月19日晚上6点来谢宅，至于怎么做，我晚点电话通知你。顾泽野示意安保队长对着手机上的这条短信拍了照，然后扬了扬头，让2位老人继续说下去。后来没过多久，李欣，他现在应该叫谢晴，就给我打个电话，用的不是他的手机号，是一个我没见过的号码。他说啊，让我和我老伴今天穿的破一点，臭一点，他想办法把我们弄进谢家去。进去以后，他让我们直接就抱住那个叫谢冉的孩子。谢冉就是那个我们李家的那个孩子，他还给我发了谢冉的照片来。老人翻开了相册，里面正是谢冉的一张照片，看起来美好的不行。顾泽也看得愣了神，洛，这个就是我们李家的孩子，好看吧？是不是很美？看起来也是个心善的孩子，怪不得谢晴那么狠辣，我们李家就没有这么狠的人。谢晴还说，抱上去以后就让我们大声哭喊着，让谢冉和我们回家，我们才是他最后的家人。让我们说，不要让谢冉再贪恋不属于他的富贵，什么样的人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。如果谢冉哭闹的话，就让我这老伴捂住他的嘴。顾泽也低头看了看那老妇人的手，一看就是常年干粗活的手，指甲里还残留着不知道是泥垢还是垃圾的残留物。他皱了皱眉，想象了一下那双手捂在谢冉娇嫩的脸上，光是想象他都觉得接受不了。如果真的捂上去了，小冉会哭的吧？顾泽也摆了摆手，示意老人继续。谢晴还让我们说，今天谢冉必须要和我们回李家，谢家拿走了我们家一个孩子，就必须要还给我们一个才是。虽然谢晴很讨厌，但是他这句话我认为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。虽然我那短命的儿子儿媳不在了，但是也不能让我们李家绝后，是不是？让谢冉回到我们家也不是什么坏事吧？到时候我们拿着谢晴给我们的100万，找个小城市买套房，谢冉乖乖的侍奉我们2人，等我们死了，剩下的钱都是他的，这难道不是很好吗？顾泽也心想，100万还不够谢冉几套衣服的钱，谢晴这招也太毒了。如果这2个老人真的像他们说的这样，不仅谢家和谢冉脸上无光，谢冉未来一定会因为这2个老人深受其害的。还好他及时发现了这件事，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他不能容忍这2人碰到谢冉，更不能容忍谢冉被带走。顾泽也淡淡的说，100万，谢晴答应你们的。2位老人点了点头，是呢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，那可是100万啊，我给你们500万。顾泽也说道，神什么500万？老人们惊呆了。顾泽也点了点头，500万，但我有条件，如果你们做不到，1分钱都拿不到。2位老人激动地站起身来，想要靠到顾泽也身边来，却被他身边那个像一座小山一样的安保人员拦住。您说，那可是500万啊，什么条件我们都会答应的。顾泽也再次看了眼手表，离开锦城，月
远越好，永远不要出现在谢冉面前，更不要和任何人说你们认识谢冉。如果能做到，两位老人争先恐后地说：我们呢？我们现在就收拾行李离开锦城，去南城，永远不来锦城了。和那个从未见过的亲孙女相比，500万对于两人来说更重要一点。别说让他们永远不要出现在谢冉面前了，让他们干什么他们都愿意。顾泽也要来了两人的银行卡号，随便动手就赚了500万过去。然后他站起身来，准备离开这座臭烘烘的小房子。钱我转过去了，如果你们不遵守承诺，我不仅会随时收回来，更会让你们……两位老人急忙表着决心：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们马上就走。谢谢大少爷，谢谢你。顾泽也在给出这个条件的时候，曾经想过另一个办法，他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想让这两个老人把谢晴让他们做的事用在谢晴身上。但是今天毕竟是谢冉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成人礼，何况谢冉那样心软的性子，如果看到两个老人，说不定真会跟他们走。他是绝对不可能让谢冉走的，更不可能让这种人在谢冉身上留下任何污点。今天这个场合，锦城有头有脸的名门都在此处，这两位老人的出现，即使是找谢晴的，也是不太好的，难免会让人联想到什么，让他们拿着钱走，永远不出现在谢冉身边，或许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。至于谢晴，虽然错过了这次，以后总有无数次机会整治他。顾泽也出门以后上了车，回小别墅一趟。他和两个老人在一起待了10几20分钟，身上难免沾染了一些味道，他得赶紧去换身衣服，冲个澡才行。谢宅，谢晴给两位老人打了一遍又一遍的电话，对面都没有接，马上就要切蛋糕了，这么好的机会错过了太可惜了。而这边看到不停打电话来的两位老人，直截了当的把谢晴的拉进了黑名单。老爸，这回咱们有钱了，不用再受谢晴那个小蹄子的威胁了，1个月就给我转那1000块钱够干什么的？还不如我们两个捡垃圾赚得多呢。谢晴急得不行，在没人的地方暗骂着，这两个老东西怎么不接电话？不想活了是不是？他焦急地望向门口，没看到自己等待的老人，却看到了急急忙忙走进来的顾泽野。那少年已有1.85米，他看起来并不壮硕，而是十分清瘦，清俊的脸上是完美的五官，整个人看起来十分金贵，是那种看上去就让人难以高攀的气质。他头发有点湿，仿佛是刚洗完澡，这让清冷的他染上了一丝跳跃的少年感。他一直都知道谢冉身边的那两个男人是帅的，但从未有今天的这样的感受。顾泽野从门口走进来的样子，仿佛走进了他心里。顾泽野是我的了，这是谢晴此刻的想法。他目不转睛的一路盯着顾泽野看，刚好和看过来的顾泽野对视在一起，他被吓到了。那少年此刻的眼神十分冰冷，仿佛让他置身冰窟一般。他缓过神来想再看一眼，没想到顾泽野已经错开了眼神，直直的走到了谢冉身边。哈哈，泽野哥哥，你离开这么久，难道就是回家洗澡换衣服去了？今天我可是主角哎，你难道是想抢我的风头？谢冉嘟了嘟自己嫩嫩的嘴唇，对着顾泽野开玩笑。顾泽野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谢家的下人就来了。小姐，先生和夫人叫您过去了，马上就要切蛋糕了。谢冉提了提裙子，俏皮了看了顾泽野一眼。泽野哥哥，你乖乖的，不准抢我风头哦。顾泽野乖乖的点了点头，目送着谢冉离开了。谢冉走后，萧兰东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都搞定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给我讲讲。萧兰东很相信顾泽野的办事效率，结束以后再说吧。今天小冉是主角，顾泽也不想再在今天谈论这件事了。不过他之前给小冉买了粉钻手链，今天又给了那两个老人500万，看来他真的要找小冉蹭饭了呢。谢家5口人出现在了宴会台上，谢家的下人推上来了2个超级大蛋糕，分别是谢冉和谢晴的。在众人各样的目光下，两人分别切开了自己的生日蛋糕，然后又接受了客人们的生日祝福。就在大家都以为谢家千金们的成人礼就这样结束了的时候，谢父拍了拍手，吸引了众人的注意。诸位，谢某再次感谢各位来参加小女们的18岁成人礼。谢冉和谢晴都是我与夫人深爱的女儿，所以呢，今日我将分别给予谢冉和谢晴谢氏集团5%的股份，作为他们的成年礼物。谢府话音未落，宴会厅里的众人仿佛炸开了锅，但又碍于上流社会的礼仪而不敢惊呼出声。别看只有5%的股份，这5%足够一个人大富大贵的过一生了。更何况这只是份成人礼而已，不涉及到谢府100年后的遗产分配问题。按谢家现在的发展势头，这份礼物的重量只会越来越令人扎舌。其他不懂事的小辈们也在偷偷议论着，这谢家家主也太给那个谢晴也就算了，怎么非自家亲生的女儿也要给股份呢？谁说不是呢？直接就给5%的股份，我要是和谢家报错的多好啊！我下半辈子就什么都不用干了。哈哈，你本来也什么都不用干，你家不还有你大哥呢吗？躺着等花钱呗。我大哥再怎么赚钱，也不可能给我谢家5%股份这么多的钱啊！真是不公平，一个报错的女儿竟然还能拿到这么多钱。我看说不定是刚才张家的原因，他们家想给张二求娶谢冉，话说的还很不好听，很瞧不起谢冉的样子。原来是这样，看来是谢总给谢冉撑面子了。我之前也想让我妈帮我求娶谢冉，没想到这谢冉不是谢家亲生的女儿，却很是得宠啊。谢崇山清了清嗓，今日来谢家参加小女们生日宴的诸位，可以说和谢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情谊存在。谢某也不想把话说得太难听，只希望有些人不要再打小女的主意了。我谢崇山的女儿无论何时都是我们谢家的小公主。谢府的话说得不明不白的，但是大家都听懂了。即使谢崇山没特意指代他话中的这位是谁，但是经过今天的事情，大家也看明白了，谢家并不在意谢冉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，甚至可以说是他们依旧更在乎这个养了18年的假千金。谢晴的一只手放在背后，因为她的指甲已经因为太过用力而掰断。她好恨这位丝毫不考虑她的父亲，恨那位在旁边温柔望着谢冉的母亲，恨那2个李家的老东西，恨抢了她的全部，霸占了她的人生的谢冉。她要让谢冉生不如死，她要抢了谢冉的父母，谢冉的哥哥，谢冉的青梅竹马，抢了谢冉的一切。
切。而此时的谢然也是很惊讶，上辈子他只听说谢府的遗嘱里面是他们3人瓜分了遗产，在此之前从未说过要提前给他们股份。看来他重生这件事一定还有很多他不知道的改变在发生。谢然歪头看了看站在他身侧的谢凌渊，他从未想过拿谢家的财产，在他的认知里，这一切未来都应该属于谢凌渊才对。谢凌渊见自己妹妹望了过来，一瞬间就看懂了他眼中的不安。他拍了拍谢然的肩膀，在谢重山之后说道：“各位叔叔伯伯们，感谢大家来参加我妹妹的成人礼。刚才发生的事情，我不希望再发生第2次。谢然是我谢凌渊的妹妹，我谢凌渊这一辈子都会保护她，宠爱她。我谢家的小公主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欺辱的。别说小冉年纪还小，不考虑婚嫁之事，即使她到了婚嫁的年纪，我也希望我未来的妹夫是一位可以敬她、爱她的男人。我谢家，我谢凌渊将永远是她的后盾。”谢重山的话可以说是让众人震惊，而谢凌渊的话则是更让大家讶异。谢凌渊作为谢氏集团未来唯一的接班人，或许谢重山现在正值壮年，但是谢凌渊的影响力不可谓之不大。他这样坚定地站在谢冉身后，可是狠狠地打了那位谢家真千金的脸啊！然而谢凌渊本身就是一个魂不吝的性子，想让他在乎其他人的感受，那可太难了。他的眼中只有他在乎的一切：谢氏、谢父、谢母以及谢冉。今天在成人礼上的一切，像风一样吹遍了锦城，大家都知道了谢家对谢冉的在意，渐渐地吸了一些不该有的心思。宴会一结束，谢冉就挽住谢府的手臂，主动要放弃股份。他低下头，可怜兮兮地说：“爸爸，我毕竟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呀。”话音刚落，哥哥谢凌渊当场黑了脸，猛地放下酒杯：“这种话不许再说。谢晴回来1年又怎样？我们对你有半分不同吗？”他一把将谢冉护在身后，语气狠厉：“你这辈子都休想和谢家划清界限。”谢母见状，轻轻推了推他：“你今天让小晴丢尽了脸，怎么还说这种话？”他劝儿子去给楼上的亲妹妹道个歉，可谢凌渊却当场炸了，一连串反问对的谢母哑口无言。爸，他回来都干了多少坏事？他对小冉的恶意你都忘了？别嘴上说爱小冉，背地里却偏心亲生的。谢父立刻打断他：“住口！怎么跟你妈说话？”他严厉警告，不许谢凌渊再把谢家的脸面踩在地上。然而谢凌渊只是不屑地撇撇嘴，拍了拍谢冉的头，转身就走。知道了，爸，你好啰嗦。而此时楼上的谢晴对此一无所知，他疯狂拨打李家老人的电话，却一个都打不通。2个老东西，他恨恨摔了手机，决定明天就上门打死他们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第2天等他赶到李家住处，那里早已人去楼空。那2个老人竟真的如答应顾泽野那般，到死都没再出现。转眼间，金秋9月，谢冉开学了。送他上学的不是父母，而是哥哥谢凌渊和另一个天神般的男人顾泽野。景大的2大风云人物同时现身，整个校园瞬间轰动。天啊，我竟然同时见到了谢凌渊和顾泽野，他们不是都忙着实习和开公司吗？怎么会突然回学校？我听说是陪谢凌渊的妹妹来报道，那个女孩到底什么神仙颜值啊？我看到了，皮肤白得发光，简直像个小精灵，而且她还是今年的锦城状元。状元，怪不得。可为什么顾泽野学长也在？就在众人议论纷纷时，那个传说中的女孩正走在2大男神中间。谢冉一身墨绿连衣裙，皮肤被衬得像雪，墨镜下的小脸惹人怜爱。她晃着马尾辫，气鼓鼓地用小包捶了下哥哥。臭哥哥，送我上学很痛苦吗？那我只要泽野哥哥就够了。谢凌渊一把抓住他的包，眼神瞬间变得危险。他警告地看向旁边的顾泽野：“顾泽野，我警告你，我妹妹刚满18，你要是敢勾引她，我就……”谁知顾泽野只是轻笑一声，看着谢冉，缓缓吐出2个字：“好。”谢冉满脸好奇：“泽野哥哥，你好什么好呀？”顾泽野却只是垂眸暗笑，没回答。他当然想勾引，但他只想勾引谢冉一个人。紧接着，3人来到文学院报到处，谢冉拿出证件递了过去。帮忙办理手续的学姐拿起身份证一看，猛地瞪大眼睛：“谢冉，你就是那个锦城状元谢冉？学妹，你比报道里漂亮太多了。”谢冉成了全锦城豪门眼中的完美儿媳。虽然她是假千金，但谢家对她的宠爱让无数人眼红，更何况她还这么优秀。面对学姐的惊叹，谢冉只是俏皮地眨了眨眼：“学姐，能帮我办入学吗？”学姐瞬间被萌化，连连点头。可就在分宿舍时，所有人都以为谢冉不住校，她却突然开口：“要住的，麻烦学姐帮我分个靠窗的床位。”话音刚落，身后的谢凌渊和顾泽野同时愣住。顾泽野率先皱眉：“小冉，不是说好去兰亭序住吗？那栋为谢冉精心装修的别墅，他无法想象他住在狭小的4人寝。”谢凌渊也急了：“妹妹，宿舍不方便，听话，去兰亭序住。”然而谢冉却坚定地摇头：“哥哥，大学没有室友会有缺憾的。”他拉住顾泽野的手臂，软软的撒娇：“泽野哥哥，就让我住吗？求求你们了。”最终，在这场住宿之争中，谢冉大获全胜。谢凌渊认命地去车里拖出行李箱，刮了刮谢冉的鼻子：“你这小丫头，原来早就打好主意了。”接着，2大男神就这样浩浩荡荡地陪谢冉进了女生宿舍。可越往里走，顾泽野的眉头皱得越深：“小冉，这没法住人，跟我回去吧。”谢凌渊立刻开呛：“可顾大少爷连宿舍都没住过，这小地方哪容得下您这尊大佛？”顾泽野瞬间语塞，竟然有些窘迫：“我是担心小冉不习惯。”谢冉赶紧抬手捂住2人的嘴：“好啦，省点力气帮我搬行李。”顾泽野却浑身一僵，感受着唇上柔软的触感。他希望这一刻能再久一点。走进宿舍，一个叫梦香的女孩正在收拾东西。她看到他们，局促地捏着衣角，剃须洗得发白。谢冉心下了然，这位室友家境似乎不太好。而顾泽野看着谢冉那小小的床位，整个人都散发着低气压。谢冉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：“没发烧呀？怎么一脸不开心？你要是空调，现在得零下20度吧？”他一把抓住谢冉的手腕，再次试图劝说：“小冉，跟我回兰亭序。你看这床。”谢凌渊看不下去，撇了撇嘴：“你小子管得也太宽了，你是我妹什么人啊？”眼看2人又要开战，谢冉立刻打断：“这事没得商量，我又不是豌豆公主。顾泽野，你要听话。”谢凌渊当场笑出声：“妹妹，你俩这像主人在训不听话的大狗狗。”话音刚落，他同时收到谢冉和顾泽野的眼刀，默默闭上了嘴。
就在这时，一阵清脆的高跟鞋声由远及近，一个身材高挑、长相美艳的女孩拖着行李箱站在门口，烈焰红唇，气场全开。她扫视屋内，皱眉道：“女生宿舍怎么有2个男的？”谢冉急忙解释：“你好，我是你室友谢冉，这是我哥哥们。”那女孩闻言，目光在顾泽野和谢凌渊身上转了一圈，突然笑出声：“哥哥们都挺帅嘛。”她直勾勾地看着谢冉，语出惊人：“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你看你缺不缺个嫂子？”谢冉当场被这直球镇住，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又笑了：“开玩笑的，我叫骆雨晴，戏剧影视文学一班。你呢，小妹妹？我叫谢冉，也和你一样，戏剧影视文学一班的。”谢冉热情地介绍起身边的梦香：“雨晴，这是梦香，古典文献学专业的。”可就在这时，一道刺耳的女声打破了和谐：“泽野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一个粉裙女孩猛地冲进来，直扑顾泽野。谢冉眉头一皱，这人是谁？谁知下一秒，顾泽野身形一闪，竟让他直直撞上谢冉的哥哥。哎呀，谁撞我？谢凌渊怒然回头，可他非但不恼，反而更加惊喜：“谢凌渊哥，你怎么也在这？”那女孩立刻自报家门：“我是木青哥呀。”原来是穆家人，怪不得谢凌渊觉得眼熟，之前应该经常在各种宴会上见过他。瞬间，所有恨意涌上木青哥心头。谢冉就是他从小到大的噩梦，从小谢冉就是父母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，他最爱的哥哥天天嚷着要娶谢冉，就连他暗恋的顾泽野也只围着谢冉转。更可恨的是，谢冉知道木青哥是个假千金，却鸠占鹊巢，赖在谢家。可现在木青哥竟热情地凑到谢冉身边：“呀，小冉，我们竟然是室友呢，太有缘了。”他说着要好好照顾谢冉，眼里的算计却藏不住。紧接着，他话锋一转，娇羞地望向顾泽野：“泽野哥，我哥说想请你去我们家做客。”顾泽野眼神冰冷：“他提我什么？”木青哥一愣，随口瞎编，谁知谢冉的哥哥却当场拆穿：“他泽野，你俩关系这么好啊，我怎么不知道？”顾泽野面无表情地看着谢冉的哥哥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哈哈哈！一旁的骆雨晴直接笑喷，木青哥的脸瞬间涨红。就在这时，谢冉的哥哥终于收拾完，拉着依依不舍的顾泽野走了。他们前脚刚走，木青哥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，他冷着脸开始收拾东西，宿舍气氛瞬间降到冰点。谢冉走到阳台，看着楼下的人流，心中百感交集。上辈子他没能踏入大学校门，这辈子他一定要好好把握。木青哥的敌意，谢冉早就看穿，但这又如何？活着真好。谢冉回到寝室，骆雨晴放下手机，冲他挑眉：“仙女晒完太阳了。”他随即起身，勾住谢冉和梦香的肩膀：“走吧，时间不早了，姐姐请你们吃饭。”可梦香还愣在原地，捏着衣角，小声说：“她吃泡面就行。”谢冉直接拉起她的手：“不行，今天第一天必须一起。”接着，骆雨晴带他们进了一家高档日料店。梦香看着菜单，上面的价格让她坐立不安。她犹豫半天，只敢点最便宜的一道菜。谢冉心头一酸，没让梦香看见，直接又加了好几道硬菜。谢冉笑着对她说：“香香，别客气啊，今天可是雨晴请客呢。”骆雨晴也霸气点头：“是，跟姐姐客气什么？”梦香看着他们，捏紧了水杯，眼圈微微泛红。梦香捏着衣角，声音小得像蚊子：“我没来过这么高档的地方。”谢冉立刻附和：“没事，我也没来过。”可谁能想到，这顿饭竟牵出2个女孩惊人的身世。原来梦香是全额奖学金考进来的，父母早亡，只有一个奶奶相依为命。而骆雨晴更绝，她轻描淡写的说自己从没见过亲爸，却有很多个爸爸。轮到谢冉时，骆雨晴满眼羡慕：“你们家基因也太好了吧，学霸家族啊！”可谢冉却摇了摇头，抛出一个炸弹：“我不是亲生的。”空气瞬间凝固，可他们非但没有异样，反而安慰谢冉：“有家就已经是幸福。”就在谢冉感动之时，骆雨晴话锋一转，眼睛发亮：“那另一个帅哥呢？就是那个清冷金贵的，我的天，简直就是天良王破的现实版霸总。”谢冉直接笑喷，拿起手机就给顾泽野发消息：“泽野哥哥，你会天良王破吗？”谁知他秒回：“什么意思？”谢冉正嘲笑他老土，另一边谢冉哥哥的车里却气氛骤变。谢冉的哥哥瞥见顾泽野对着手机笑，眼神瞬间锐利：“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”顾泽野笑而不语。下一秒，谢冉哥哥声音冰冷，一字一句的警告：“离我妹远点，她还小，大学毕业前你要是敢动她，我打断你的腿。”顾泽野却只是乖乖点头，眼神望向窗外，深不见底。突然想到了什么，303的3人直到吃完饭回了寝室，也没见木青哥的影子，甚至连军训木青哥都没有参加。巧的是，谢晴也称病避开了军训。在军训开始之前，谢母也问过谢冉，谢冉不想错过大学里每一件可以体验的事情。军训足足3周，谢冉在顾泽野殷切的目光下，拖着行李上了学校安排的大巴车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人生第一次坐大巴，竟让他晕得天旋地转。就在他迷迷糊糊时，一个电话打了进来，是他的蓝东哥哥。谢冉只虚弱地说了句难受，就猛然挂断电话。这下可急坏了电话那头的肖兰东，他像没头苍蝇一样在停车场足足转了1个小时，直到警大的车队终于开进基地。肖兰东火速找到文学院的车，结果刚跑过去，就看到谢冉正虚弱地走下车。他想也不想，直接冲了过去，一把将谢冉从室友手中接过来。室友骆雨晴当场炸毛，一把抓住谢冉的手：“哪来的臭流氓，快松开他！”此刻的肖兰东一身迷彩服，帽子压得极低，根本看不清脸。谁知谢冉却靠在他怀里，虚弱的摆摆手：“雨晴，没事的，是我哥哥。”哥哥？骆雨晴满脸狐疑：“你哥哥我不是没见过吗？”然而肖兰东根本不理他，直接扶着谢冉到树荫下。他满脸焦急：“怎么了，小冉？很难受吗？要不要送你去医院？”谢冉这才靠在他身边，轻声解释自己只是晕车。紧接着集合哨声响起，肖兰东接过谢冉的背包，目送他钻进队伍。骆雨晴立刻凑到谢冉身边，好奇地发问：“谢冉，你到底有几个好哥哥？这是我见到的第3个了吧？”谢冉小声解释：“他和泽野哥哥一样，都是和我一起长大的。他叫肖兰东，是电影学院的。”电影学院的？骆雨晴瞬间瞪大眼睛：“那你这个兰东哥哥是不是长得很帅？不会比你泽野哥哥还帅吧？”就在这时，负责军训的王老师开始讲话：“军训3周，手机没收，晚上7点还有个欢迎仪式。”话音刚落，同学们就拿着
着行李一哄而散。然而就在不远处的树荫下，一道挺拔的身影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那个男人背着一个粉红色的书包，帽子压得极低，正在低头玩手机。2个路过的女生当场议论起来：快看，背粉书包那个绝对是个大帅哥，切，脸都看不见，你怎么知道？不信我去给你证明。话音未落，其中一个女生就鼓起勇气走了过去，可她还没靠近，另一个女孩就抢先一步。只见谢冉扎着高马尾，穿着一身白色运动装，径直走到男人身边，自然地挽住他的手臂。紧接着2人转身朝这边走来。就在擦肩而过的瞬间，那个女生终于看清了男人帽子下的脸。我的天，那是一张堪比娱乐圈顶流的神颜，桃花眼、高鼻梁，每一个五官都堪称完美。他就是萧兰东，从小到大稳坐校草宝座的男人。如果说顾泽也是清冷金贵的高岭之花，那萧兰东就是活泼热情的人间角色。谢冉曾感叹，这种颜值不去娱乐圈简直是暴殄天物。结果谁能想到，高3那年，萧兰东竟然真的考了电影学院。可谢冉不知道的是，他走向台前真正的原因竟是因为他，只因他的一句愿望，他就毅然决然地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。此时萧兰东眼里只有虚弱的谢冉，他心疼地开口：小冉冉，军训太苦了，要不让泽也把你接回去吧。他还指了指自己的脸，你看我都黑了。谢冉扑哧一笑，他明明一点都没黑，白得发光。他故意逗他，是哦，兰东哥哥黑的牙都更白了。萧兰东宠溺一笑，亲昵地刮了下他的鼻尖。谢冉没有离开，萧兰东心里乐开了花，毕竟能摆脱顾泽也，可他独处的机会实在太难得。他立刻提起今晚的欢迎仪式，炫耀起来。我们上周也有，当时好多人表演节目呢。谢冉眨着好奇的大眼睛，那兰东哥哥表演了什么？萧兰东得意的一扬下巴，你哥我一首歌就唱服了全场，一首歌唱服电影学院那群卧虎藏龙的妖孽。谢冉根本不信，略吹牛吧你。可他不知道，萧兰东说的都是真的。那天他本想低调划水，却被同学硬生生拱上台。萧兰东上去露个脸，对，万一被校花看上了。萧兰东不屑一笑，什么校花戏花，能有他的小冉冉好看？但他还是走上了那个简陋的舞台，他要证明自己绝不是个只有脸的花瓶。当追梦赤子心的前奏响起，台下还在窃窃私语，哇，他居然选了首这么老的歌，帅就完事了，唱的好不好无所谓。然而下一秒，萧兰东开口了，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？干净透亮的声音仿佛能穿透灵魂，全场瞬间安静，所有人都以为他是个音痴，结果他一开口就是王炸，从震惊到狂热，全场同学忍不住跟着大合唱。那一刻，萧兰东站在光里，眼含热泪，为了谢冉踏上的这条路，他仿佛为此而生，继续跑，带着赤子的骄傲，不妥协直到变老。这炸裂的现场被人拍下发到网上，直接冲上热搜前50。神颜小哥哥一夜爆火。看着谢冉不信的表情，萧兰东直接掏出手机，点开那个视频。谢冉目不转睛的看完，激动的原地乱抱，哇哇哇！兰东哥哥，你帅爆了！这一刻，他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偶像。萧兰东骄傲的不行，那当然，你哥我未来的大明星。谢冉用力点头，满眼都是崇拜。兰东哥哥，你一定会成为大明星，会有好多人喜欢你。萧兰东深深看着他，心里却泛起苦涩。他想要的从来不是很多人的喜欢，他只想要他的一点点爱。可他知道，他和顾泽也都爱着谢冉，这是一个无解的三角难题，无论他选谁，另一个人都会受伤，所以他宁愿维持现状，让打破平衡的那一天来得再晚一点。压下心里的思绪，萧兰东带他领了军训用品，他把他送到女生宿舍楼下，却不得不止步。他弯下腰，视线与他齐平。军训期间男女生不能乱窜，下次见面就是下周日。谢冉乖乖点头，知道了，我会照顾好自己。萧兰东一走，谢冉倒头就睡，直到被骆雨晴摇醒。天都黑了，两人换上军训服，直奔欢迎仪式会场。现场早已人声鼎沸，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。骆雨晴立刻凑过来，神秘地说：“快吃，这顿是最后的晚餐。”学长说，接下来3周都是吃糠咽菜。谢冉被逗笑，虽然夸张，但军训的伙食确实一言难尽。他们刚找到位置，孟香就向他们招手，占了2个 C 位。很快，欢迎仪式正式开始。总教官上台，国字脸，皮肤黝黑，他没用麦克风，声音却洪亮如钟，震慑全场。他的讲话很短，核心就2个字：坚持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安全第一。话音刚落，掌声雷动，教官们一连串军歌点燃全场。紧接着就是最让人期待的自由表演环节。谢冉一边狂炫美食，一边跟小姐妹吐槽台上的表演，快乐的像个300斤的宝宝。骆雨晴怂恿他也上台秀一个，谢冉疯狂摇头，开什么玩笑？难道上去表演个现场码字？怒更8000。见他不上，骆雨晴干脆自己报了名。没多久，骆雨晴就上了台，一段古典舞惊艳全场，哪怕穿着宽大的军训服，也挡不住那份柔美和魅力。谢冉激动地站起来尖叫：“好美，美女姐姐看我！”骆雨晴听到她的声音，竟直接从舞台跳到她面前，稳稳坐下。谢冉一把抱住她：“雨晴，你太牛了，你跳舞这么好看，不去舞蹈学院可惜了。”谢冉的夸赞发自内心，骆雨晴的舞姿绝对是专业级别。孟香也在旁边疯狂点头，满脸震撼。谁知骆雨晴脸上的笑容却瞬间黯淡。我妈妈不喜欢我抛头露面，一句话道尽了所有委屈和不甘。谢冉瞬间懂了，为了妈妈，她竟然放弃了最爱的舞蹈。她拍拍骆雨晴的肩膀，立刻安慰：“没事，我们专业更强，景大王牌，以后你写个舞蹈剧本，自己当女主，岂不更爽？”几句话就把骆一梦雨晴给逗笑。欢迎仪式结束，骆雨晴一舞成名，文学院校花的名号不胫而走。骆雨晴却笑着摇头，那是因为小冉低调，不然哪有我的事？3周军训转瞬即逝，萧兰东每周日都雷打不动来看他。帅气哥哥的出现让谢冉的室友羡慕到眼红。然而军训结束那天，来接他的人却不是萧兰东，而是顾泽野。整3周没见，顾泽野早就被萧兰东的炫耀帖子刺激到醋意大发。看到谢冉走出基地大门，他
他立刻冲上去接过背包，殷勤地打开副驾车门。可他俩不知道，一场风暴正在身后悄然酝酿。军训结束有3天假，顾泽也直接把谢冉送回谢家。谁知一进门就撞见一个不速之客，谢晴穿着清凉的丝绸吊带睡衣，正坐在沙发上。姐姐回来了，泽野哥哥送你回来的。谢晴的眼神像钩子一样粘在顾泽野身上，谢冉瞬间警惕，他敷衍一句，立刻催促顾泽野离开。泽野哥哥，路上小心。然而就在顾泽野转身的瞬间，一只又软又湿的手猛地抓住他的手腕，是谢晴。他娇滴滴的开口：“泽野哥哥，姐姐真没礼貌，留下来吃点水果再走吗？”顾泽野眉头紧锁，想抽回手，没想到他越用力，谢晴握得越紧。松手！顾泽野的声音冷得像冰，可谢晴哪里肯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他握得更紧，身体都贴了上去。泽野哥哥，你不能只理姐姐不理我呀！顾泽野的耐心终于耗尽，他猛地甩开谢晴的手，谢晴尖叫一声，直直摔在地上，好痛！泽野哥哥，你弄疼我了。更炸裂的还在后面，谢晴睡衣的吊带滑落，裙边也不小心掀到腰间，黑色蕾丝若隐若现，她躺在地上，摆出撩人姿势。泽野哥哥，快扶人家起来吗？顾泽野回头，眼神冰冷如刀，他一字一句狠狠砸下：“别叫我泽野哥哥，你不配！”说完，他头也不回的大步离开，留下谢晴在原地彻底石化。顾泽野刚走，谢冉就从楼上款款走下，原来他早就站在楼梯上，看完了谢晴自导自演的全程。他居高临下看着地上的谢晴，嘴角一勾：“哟，这是干嘛呢？在这儿耍猴戏？”谢晴抬头对上谢冉眼中的不屑，瞬间炸毛：“呵呵，你别得意，等你的伪装被戳穿，被赶出谢家，泽野哥哥就是我的伪装。”谢冉笑了，谢晴对他真是一无所知，他是重生归来，这辈子只想好好活着，可谁能心平气和对待一个上辈子买凶杀自己的人？就在谢冉转身之际，他突然停步，回头给了谢晴一个致命暴击。谢晴想勾引人，我建议你先去美个白，再去做个丰胸，不然就你这样。谢晴气得浑身发抖，口不择言的嘶吼：“你长得好看有什么用？我爸妈就只能生出我这样的，我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。”话音刚落，谢父谢母推门而入，刚好把这句歇斯底里的喊话听得一清二楚。谢母脸色铁青，冲着谢晴就是一顿痛骂：“小晴，你在发什么疯？”他这才注意到谢晴的穿着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：“快上楼换掉，穿成这样像什么样子？”谢晴还想狡辩：“是姐姐先说我丑。”然而谢父却像没看见他一样，径直走向书房。谢母更是深吸一口气：“你看看外面的园丁，门口的管家，这样穿成何体统？”与此同时，回到房间的谢冉手机却疯狂震动，他拿起一看，是骆雨晴。电话刚接通，就传来骆雨晴急躁的声音：“小冉，你快看学校论坛，不知道哪个贱人在背后阴你，我怎么解释都没人信。”谢冉眉头一挑：“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”